朕楚天阙，史书上说我是扫平六合的千古一帝，百姓说我是爱民如子的在世圣人，连敌国的女帝都想带着江山嫁给我。苍天作证啊！我只想做个贪图享乐、吃喝玩乐的昏君啊！我只想败光国运，带着系统奖励的几千亿回现代当首富啊！可是为什么我越作死，这大楚就越强啊？造孽呀！上朝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陛下，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美女！陛下，啊！陛下，好讨厌啊！眼里都没有秀儿了。我不是加班猝死了吗？这是天堂！陛下！哎，我在，您请说。国库空虚，边军断响，西戎东夷蠢蠢欲动，圣国大军亦虎视眈眈。西戎和东夷、南蛮皆有不臣之心，我大楚已四面楚歌呀！大楚，我刚刚不还在加班赶 deadline 吗？在陛下眼中，这江山社稷还不如和美人玩乐来的重要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楚家的江山迟早要败在楚天阙手里，也好等圣国打过来，咱们也好早做打算。圣国打过来，我就是穿越了，成了这个把自己作死的亡国昏君楚天阙。靠，别人穿越都有系统的，我的系统呢？系统，快给我出来呀！系统，什么情况？检测到宿主灵魂接入，明君系统已激活，宿主选我可以帮你成为千古一帝。来，快救救孩子吧！好，不急。哎呀，急什么？啊！小傻瓜，选姐姐我。你只要躺平享受，酒池肉林，成功败光国运，就能带着千亿资产回归现代，成为世界首富哦。明君和昏君，姐姐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我选你！别呀，你刚还让我救你呢！你给我起开！刚从996的地狱里爬出来，谁要再去当007的劳模皇帝啊？楚天阙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果然是荒淫无道的昏君，死到临头还色心不死，昏君去死吧！我靠，开局落地成盒！陛下，昏君，你等着，这天下终将是我大胜！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责罚。系统，给我出来！小皇帝。这么快就想姐姐了？你是拼夕夕砍价白送的吧？刚才刺客的刀都快捅到我脸上了，你在哪呢？还不如一个宫女有用。姐姐这不是为了让你体验一下英雄救美，哦不，美人救英雄的经典剧情吗？为了补偿你受到的惊吓，我可以破例给你一个特别的奖励哦。特别奖励，宿主获得系统的爱的鼓励，体质加10，精神加5。看来以后得好好帮你补补才行呢。你还不赶紧看看救你的美人，她快死了呀！太医呢？肃请太医。宫女苏氏救驾有功，封为贵妃，自居七武宫。检测到宿主色令智昏，越级封宫女为贵妃，昏君点+1。陛下，宫女越级进封，有违祖制，为情乱治，乃是昏君之兆啊！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朕乃皇帝，金口玉言，不容更改。昏君好啊，我就喜欢做昏君。娘娘吉人天相，剑锋偏了1寸，未伤及心脉，只需好生将养，月余便可痊愈。有劳张太医了。姐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万一红袖的剑再偏1寸，您就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昏君贪图享乐，但戒心极重，寻常手段根本无法接近。如今我已是贵妃，
是他身边最忠心的人。哼，我们离颠覆楚国、助大圣一统天下的大业又近了一步。爱妃，爱妃可还安好？托陛下的福，没有伤到心脉，养几天就行了。能为陛下挡剑，臣妾死而无憾。爱妃救驾有功，赐黄金万两，鲛人逐一对，琉璃杯盏一套。恭喜宿主滥用国库，大肆赏赐，达成成就，妖妃祸国，奢侈无度，昏君点加2，当前总点数2。昏君点，这不是手到擒来？才2点。系统，回现代成为亿万富翁需要完成什么指标？获得成就亡国之君，或者达到昏君点数1万点，即可完成亡国任务。不行，得整个大活，要不修个离宫别院？对，就叫逍遥宫，一听就是昏君盖的。哎呀，这宫中虽好，却也烦闷。正想为爱妃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建一座金屋，将你藏起来，只给这一人看。只可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督办此事啊。这有何难？谢大人学识渊博，这些年只挂着帝师的虚职，实在屈才。谢无庸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最擅长用清高的名声谋取私利，修建宫殿预算巨大，这只老狐狸一定忍不住要掏空楚国的国库。哪像户部的秦大人爱钱如命，听说还常借由头取不义之财。秦晖这个老顽固，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守住国库比看家犬还严。这豪门士族更是铁面无私，手起刀落，必须打压他，否则我们圣国的大计处处受制。哇，这可真是可塑小人啊！要当个合格的昏君，就得亲小人，远贤臣。爱妃的建议得反着来。臣谢无庸叩见陛下。好，系统，给我开盒，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还真是文人之手，爱妃这眼光，不去吏部当考官可惜了。老师，快请起！朕最近想建一座逍遥宫，贵妃还跟朕举荐您，说您才高八斗，想请您前去督建。竟有此等好事！可朕当时就给驳回了。老师是何等人物啊？天下士林的楷模，怎能让您去管那些俗物？岂不是玷污了您的清明？朕思来想去，决定新立一个四库馆，专司修史教书，就由您当馆长，再招募些同道中人，如何？此乃流芳百世的大业，非老师这般的文坛泰斗不能担此重任。老师，对不住了，快多写点文章骂我吧，文坛的昏君名声就靠你了。修史教书，这是明升暗降，怎么会？难道他察觉到了我最新的动作，想用这种方法将我架空，远离朝堂核心？不可能，他一向蠢笨，绝无此等心计，一定只是巧合。哼，也罢，除了秦晖和长孙无忧一派，这朝堂内外早已在老夫的股掌之间，这皇帝之位迟早是老夫的。老臣遵旨。检测到宿主架空帝师，任用清贵贤侄，引发士大夫阶层不满，昏君点+1。才1点，不行，得再接再厉。陈忠良，传旨让秦晖来见朕，就说朕要在骊山修个逍遥宫，让他当总督办。陛下最近越发不按常理出牌，听说陛下还把帝师调去四库馆修史书了，莫非是要整顿吏治？难说，陛下的心思哪是我等能猜透的？陛下架空谢无庸，是终于看清世家门阀的狼子野心了吗？他到底是真昏庸，还是大智若愚呢？秦爱卿，臣在。天气日渐炎热，朕与贵妃要去避暑，朕打算在天下各州修建10几座行宫，再把整个运河连起来，夏天坐着龙舟去消暑，岂不快哉？秦爱卿，这件事你可有兴趣？我呸！大智若愚个屁！楚家果然是一脉相承的昏庸。什么？10几座行宫？陛下三思，国库匮乏之际，岂能在劳民伤财？
少诓着！朕不信我大楚还能拿不出钱来。秦爱卿，你不是爱财如命吗？这事儿就交给你来总办。朕赐你尚方宝剑，钱不够就去给朕找，谁敢阻拦，你替朕砍了他！哼，这昏君还是骄奢淫逸的老样子，老夫放心了。这哪里是行宫？这分明是要在全国建驿站，大通漕运呐！标注的称量处全是易旱易涝的灾区，水道修好，周边农田就再也不缺水源灌溉了。政府每日给3个通办，管饭还给工钱。难道陛下想用修建行宫疏通水利，顺便带动经济，还富于民？尚方宝剑是要让我有底气抄贪官污吏的家。陛下若要赶在夏日前完工，需征召10万民夫。准，越多越好，热闹！修宫殿、挖运河，强征民夫，多管齐下，民怨必定沸腾。这次的昏君典还不拿到手软？臣遵旨。陛下为了降低世家警惕，让百姓得到实惠，竟不惜自污名声，圣君呐！秦晖不是鲁莽之人，忽然应下，莫非陛下的图纸暗藏玄机？10万民夫足够把大楚折腾死架了，昏君典快到碗里来。检测到宿主大兴土木，强征民夫，昏君典加3，当前总点数10。秦大人饶命！这些都是祖传的家产，不是贪墨来的呀！祖传？去年黄河决堤，陛下号召捐款，你们史家就捐了1箱发霉的米。哼，抠门垃圾！抄出来的银子比国库还多。陛下是万民之主，你们竟然比陛下都有钱，还敢说不是贪墨？搬，给我搬！这些赃款正好给陛下修行宫，谁敢阻拦，本官有权先斩后奏。冲呀！这些豪门大族又知道占田占地，早该制止了。秦大人好样的，是一心为民的好官呐！都是陛下的功劳。张老爹，今天的工钱发了没？发了，3个铜板还管3顿饭，比在家种地强多了。俺娃的学费就指望这个呢。大伙听着，陛下说了，虽然要修行宫，但绝不强征民夫，鱼肉百姓。愿意来的，一日3餐有菜有肉，1天3个铜板，绝不拖欠。若是有人贪墨，尽管告诉本官，尚方宝剑在此，力斩不饶。陛下圣明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这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太高了。借着建行宫的名义，抄贪官，济灾民，通运河，骂名自己担着，实惠全给了百姓。唉，陛下用心良苦啊！世家联名上书弹劾，昏君典加2。哼，骂得好，多骂点儿。还傻乐呢？这种蠢货活该亡国。陛下，外面都在说您为了臣妾大兴土木，实乃妖妃祸国呢。他们还骂朕是昏君呢，昏君和妖妃天生一对。为奖励宿主，随即调落82年拉菲1瓶。哦，82年的拉菲，这系统还挺上道。这么好的酒，一个人喝多没意思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还有美人伴我醉。这昏君的日子果然逍遥快活呀！爱妃，你可真是朕的贤内助啊！为了奖励爱妃的奇谋妙计，朕给你尝个宝贝。这是何物？来吧，小美人儿，让你开开眼，尝尝来自1000多年后的顶级佳酿。美人儿，请。此等佳酿，红莲霞叶，甘醇沁骨，香绕喉间不散，仿佛身处于果园，今生瑶池鲜酿100倍，实在是太好喝了。此等珍宝制作定然耗费巨大，这昏君竟拿来随意赏人，哼，果然骄奢淫逸。不如臣妾喝了，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，不知陛下何处得来？好美。哼，
爱妃若喜欢，叫他们再酿几坛子就是。这种奇珍，咱们大厨也能做吗？臣妾想，若能每日小酌一杯。奇珍？哎，等等，这个世界没有葡萄酒，那这瓶喝完了怎么办？啊，我的小甜水！哎，不对，我是昏君啊，去全国之力酿酒，这不是极操吗？嘿嘿，到时候还能加昏君点，这不两全其美？朕马上问爱妃，召集全国百姓酿酒，10天之内看不到酒，统统诛九族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开销过大呀？只要爱妃喜欢，这点钱财算得了什么？陛下，天色不早了，不如陛下就留在七无宫。检测到宿主为一己私欲常人所难，昏君点数+1。这椅子我竟从未见过，还用琉璃盛放，看起来异常珍贵呀！荒唐！大厨百废待兴，百姓饥不饱腹，陛下简直胡闹！为了一个妖妃的口腹之欲，昏君呐！长孙大人救我！10天内，下官怎可能研制出如此珍品？你莫怕，老夫这就进宫死谏。多谢长孙大人。不过这个引子，老夫倒要亲口尝尝，究竟是何等魔力，能将陛下迷惑至此？这是错觉吗？这股暖意竟能驱散寒气，这样的好东西，如果分给在苦寒之地守边关的将士们，喝完这个引子，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陛下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！限你在10天不8天不明天，限你在明天之内研究出这酒的制作方法啊！检测到长期不理朝政，引发朝臣联名上书，朝局动荡，昏君点+1，+1，+1。当前总点数998，马上就够1000，就可以获得奖励哦。陛下，秦大人回来了。哦，快宣，朕正等着听他的好消息呢。这是一颗不可多得的好酒菜啊！自从他去修行宫后，我的昏君点不断增长，998，明天我就回家。参见陛下，臣幸不辱命。行宫和运河的工程已经全部完成，特来向陛下交旨。起来吧，爱卿辛苦了，朕这就传旨大宴群臣，给你庆功。毕竟把这劳民伤财的活干得这么好，昏君系统，你听到了吗？劳民伤财哟。臣不敢居功，如今运河贯通南北，百姓手里有余钱，都能吃饱穿暖，全靠陛下的英明决断。这是沿途百姓自发为陛下缝制的万民伞，他们托臣替他们感谢陛下。你说什么？劳民伤财，安居乐业？怎么就安居乐业了？还给我送万民伞？你们是不是对劳民伤财这4个字有什么误解啊？警告！检测到百姓称颂，航运贯通，民心凝聚，昏君点减1。钱啥的，一夜回到解放前呢？陛下，还有一件大喜事。怎么还有？您令户部研发的葡萄酒，如今已是风靡大江南北。葡萄酒颜色鲜艳，入口回甘，喝了还能暖身。南边的士大夫们更是争相抢购。如今靠着卖酒，用来装银子和粮食的仓库都新建了3座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陛下一定知道，将士们饮下此酒后士气大振，充满力量，甚至在处理伤口时用此酒冲洗，伤处竟不易感染溃烂，愈合速度更快。有了此酒，我大楚将士的战损至少能降低30%。陛下真是深谋远虑，先用运河疏通商路，再用佳酿充盈国库。臣先前竟未能看透陛下的布局，实在汗颜。
警告！警告！大楚国运稳步增长，昏君点减999，当前余额减1000。爱卿过奖了。我不配啊！我真的不配！请回搞钱的能力真是恐怖如斯啊！唉，负1000呐！楚国怎么还能越来越好呢？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呀？我身边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够帮我败国的乱臣贼子呢？这日子没法过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边关800里加急军情，圣国大军压境，贵妃娘娘和文武百官在殿外求见。我去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先选苏贵妃。宣贵妃进殿。机会来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听说圣国大军压境，陛下没事吧？我在皇宫里头能有什么事儿？只是敌国大军压境，没有合适的带兵人选。爱妃眼光独到，有推荐否？啊！臣妾听闻常胜将军周允一身戎马，从无败绩，派他出征，定能大胜归来，打得圣国屁滚尿流。哼！可惜这位常胜将军早已投靠我大圣，等他到了战场上，立刻就会率兵投敌，一路从玉门关打到皇城。你这昏君啊，等死吧！常胜大将军周瑜，不能选，一定不能选，选了怎么亡国呀？常胜将军周瑜，朕知道了，爱妃先走吧，朕要召集群臣了。应该让周将军统帅三军。周将军年事已高，应该选李将军。周将军，李将军，周将军，李将军。圣国大军亦服从于我，推演过无数次与圣军的沙盘。若由我挂帅，我有70%把握能将他们拒于国门之外，甚至寻机反攻。陛下，臣请战。魏校尉，本将军没听错吧？你要请战？你一个连陛下都护不住，让刺客冲到御前的侍卫，什么资格统帅三军去护我大楚的国门？周将军所言极是，卫青，别忘了你的出身，不过是一个奴隶的儿子。若非魏武宁将军心善，收你为义子，现在还在马厩里刷马呢。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能力，末将愿立军令状。这卫青还真是个愣头青啊！说起来，这小子的反应速度还没贵妃快，忠心倒是挺忠心的，但这业务能力嘛，让他去对付圣国10万大军，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系统开核一下看看，有99%的野心，这么高的野心，造反的好苗子，好韭菜，真是好韭菜！这卫青野心99%，能力貌似又不咋地，还被满朝文武排挤。到时候军心涣散，这亡国速度完美。够了，都给朕闭嘴！魏爱卿年轻又如此有冲劲，不像你们这些老家伙，一个个畏首畏尾。朕宣布，现封卫青为护国大元帅，统帅三军。护国大元帅？可是我没什么可是的，我愿为陛下领兵抗敌，可护国大元帅可是一国之命脉，爱卿啊，可别辜负了朕的期待。臣定不辱命，不负陛下厚恩，万死不辞。去吧，我的报国先锋，我回家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你身上了。臣定不辱命，不负陛下知遇之恩。此战不破圣国，誓不还。选的还真像，你带的人投敌，就是报答我这个不乐了。检测到宿主不顾众人反对，临阵换帅，任人为亲，启用毫无经验之人为帅，达成自毁长城成就，引发朝堂动荡，昏君点数加50。来呀，喝！这楚国历代皇帝都是个骄奢淫逸的昏君，此战必胜。待周将军领10万大军来我们帐下，这天下迟早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圣国万岁，一统天下！圣国万岁，一统天下！圣国万岁，一统天下！楚国大军压境！他们的元帅
似乎带了一队骑兵奇袭军营。你是神武大将军魏不义，是你什么人？正是家父。敌手一斩，降者不杀。边关这个时候应该打起来了吧？卫青这小子野心满都快溢出来，又有10万大军在上，不造反说不过去吧？距离回家又近一步。哼，等上国灭了大楚，看你这昏君还怎么逍遥。不行，保险起见，得再加点料，劳民伤财罪加一等，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来人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从民间抽调1万民夫，往边关运粮，记住要快，这是给边关平叛大军送庆功补给。奴才遵旨。得嘞，再送你们一堆粮食和1万青壮年。卫青啊卫青，我就差把皇位塞到你屁股底下了，可别辜负朕的一片苦心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圣明，哼，内忧外患，这昏君简直自寻死路。那是自然，朕可是千古明君呐。爱妃，朕可能快要离开了。果然，这狗皇帝要逃。算算日子，这仗打了1个多月了，大圣军队该兵临京城了吧？就得给亡国的军报送朕回家，任务终于要完成了。陛下，臣妾不要离开你。朕是真舍不得你啊。舍不得？哼，假惺惺，定是这昏君已经想好了退路，打不过就跑，最后再把我这个妖妃推出去平息民愤。男人果然没一个靠得住的。臣妾也舍不得陛下，大业为重，若是陛下真要走，臣妾会有一死以报君恩。哦，不，陛下，爱妃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娘娘，不好了！京城外聚集了数万百姓，怕皇城围得水泄不通，说是要见陛下您啊！百姓暴动了，肯定是因为我2次强征民夫运粮。好家伙，这效率也太快，民变一起，内忧外患，这国亡定了。回家倒计时开始。我去，好事儿啊！啊，朕的意思是，区一群渔民暴动，有御林军在，怕什么？陛下，边关吃紧，百姓造反，不如陛下还是先避一避。昏君就是昏君，大圣一统天下，天命所归。等你出了这宫门，我便立刻传信给野仙，让他将你剁成肉泥，以你的项上人头作为我献给大圣皇帝的见面礼。一群渔民罢了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这是送我回家的赞歌啊！这是圣国凯旋的赞歌。报！又来一个，敌国打来了，能回家了，这么快？等等，不对啊，他怎么一脸喜色？不应该哭丧着脸吗？边关800里加急，国军大胜！兵马大元帅卫青斩首敌手野仙，夺回先帝割让13城。什么？检测到众臣忠心度上涨，检测到国家五运昌盛。啊，这是什么 ？SM 吗？嘿嘿，宝贝，别闹了，快放开我！国运持续上升，昏君点减100，减100，减100，余额负2万。突破最低下限，1月内不回正，系统解绑，宿主抹杀。啥？夺回13城？是啊，百姓方才围着皇城，就是为了看魏将军凯旋，此乃顺应民心之举。陛下可要去迎接？迎接？我迎接个屁呀！完了，卫青这小子是真开挂，也是真克我呀！再让他打下去，我就要因为系统欠费挂了。周宇呢？怎么是卫青？传朕旨意，让卫青赶紧滚回来，立刻！再不回来，我马上就要嘎了。臣来了，臣卫青拜见陛下。此乃敌国元帅野仙首级，臣奉奉陛下重托，
特来脚趾。回禀陛下，您着人酿制的葡萄酒，在战场上令将士们胆识大开，勇猛无比，还能给伤口消炎，令我军伤亡大减。这次边关大胜，都是陛下的功劳啊！陛下真是高瞻远瞩，微臣佩服。人头，臣妾好怕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上国最勇猛的虎狼将军，就这么被血手以如此屈辱的姿态来到楚国，统领三军的为什么不是周瑜，而是奴隶出身的卫青？葡萄酒，难道楚天爵从那时就开始谋划，等他会不会发现了什么？太妃莫怕。检测到卫青斩首地方元帅，夺回13城大楚，万民归心，国运大幅提升，昏君典负1万，目前负3万，欠款再度突破下限，生存时间减10，20天内不回正，抹杀！奸杀的，又失败了，生存时间又少10天，你这就不负我的重托，你可不打发了？天啊！我就想送个昏君亡个国，咋就这么难呢？哎，不过为什么卫青不造反，还打了胜仗？99%的野心难道是假的？不，系统不会出错，卫青不可能是忠臣良将，一定有哪里不对。对了，他一定是不想屈居人下，才不想投靠郑国的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要想办法让他名正言顺造反，不如传旨，卫青开疆扩土，夺回13城，功在千秋，特封为镇南王，统领南蛮3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卫青夺回13城，功在千秋社稷，特封为镇南王，钦此。陛下不可呀！太祖有言，哪怕王族血脉，也不可轻易封王分割国土。丞相所言极是，魏元帅功在社稷，可异姓王的先例断不可开，否则后患无穷矣。两位大人所言甚是，能得陛下如此信重，臣死而无憾，不敢居功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卫青已经立下不世之功，这楚国不削权就算了，还敢封王？哼，这么蠢的人，凭什么拥有如此多的能臣良将？这是上天不公！收回成命？收回成命个屁呀！你不当王爷，怎么名正言顺养兵造反？行了，夺回13城，乃名刘青史的不世之功。他班师回朝时，万民跪你，乃民心所向。朕不仅要封王，还要他世袭往期面君不贵。陛下三思啊！退朝。检测到宿主违背祖制，封异姓为王，开启群雄逐鹿动乱之时，昏君典加1万，当前点数负2万，剩余时间20天。太好了，我的昏君之路终于走上正轨了。等我再搞几个骚操作，昏君典回正，就能脱离死亡倒计时了。镇南王择几日赴任吧，别让朕失望啊！陛下如此信我，异姓封王，还把楚国的门户交给我，臣谢陛下隆恩，愿为陛下万死不辞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别万死不辞了，你快快造反，马踏黄泉，我就谢谢你了。务必宣圣国求和使臣。圣国使臣拜见大楚皇帝陛下，愿大楚皇帝万岁万万岁！哦，如此无礼，要不是叶兴元帅战死，大败，我怎么会被派来向这昏君求和？哼！虽是战败求和，但今日我一定要在智谋上压倒你们，为我大胜挽回颜面。圣国虽然战败，但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用得好，我还能在他身上薅到许多昏君点。来人，上酒，让我们满饮此杯，恭贺楚国大胜，敬圣国使者为和平远道而来。臣等恭贺陛下。该死，这分明是在羞辱。罢了，先和谈吧。此乃我国能工巧匠耗时3年制成，贵重无比，
先做国礼献给楚皇。此物精妙，楚国怕是无人解得开，圣国愿意用此物的解法换取野仙元帅的头颅。哦哟，战败了还这么狂，当我没看过《真猛传》。摔了摔了，圣国那么嚣张，何谈什么呀？继续打吧，两国征战劳民伤财，昏君殿还不滚滚来？陛下不可！啊，陛下，使者为求和而来，这9连环是国礼，是和平的象征。镇南王和丞相言之有理，两国征战事关天下百姓，陛下不可胡闹。亏我还以为他变聪明了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蠢货只是运气好。就这货色，怎么可能统一各国？圣国才是我最终的归宿。两国再起争端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。哼！9连环这不就解开了？这就叫一力降10会。圣国乃大，真心求和，应该不会在意区区一个9连环吧？要真在意，那就赔他10个啊，不，100个好了。反正我们国库有的是钱。你怎么敢？不对，他在告诉我，也是在告诉整个圣国，不要跟他玩弄心机。所谓的巧计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，如同这地上的碎玉一样，砸一个赔10个，是何等的蔑视！他是在说圣国耗时3年视为国宝的东西，在大楚不过是随手可弃的玩物。这楚地看似昏庸易怒，实则图谋甚大呀！楚皇如此残暴，我还能活着回去吗？陛下说的对，外臣心服口服。死还已解，解得再好不过。楚天阙什么时候这样有帝王威严了？不对，我教了他10年，他就是个昏庸好色的蠢材，不过是残暴任性的歪打正着而已。这还能这样？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就是帝王之术吗？检测到宿主轻贱邦交信物，可能导致两国再起兵祸，符合荒淫无道特质。昏君点加5000，当前点数负15000。贵妃娘娘说皇帝昏庸只是运气好，按原计划行事。灭我圣国几10万大军只是运气好吗？罢了，贵妃是我圣国最厉害的一张王牌，她唯一的亲人还被陛下养在皇宫，她绝无可能背叛。楚天阙是猫还是老虎，一试就知。楚皇陛下，宽喝酒多无趣，不如上沙盘推演一二助兴。圣楚两国相邻，原该以和为贵，也免得劳民伤财，百姓颠沛流离。好家伙，这不就和运动会演习一样，说是友好交流赛，实际是展现实力和威慑。饶金毛啊！我劳民伤财，我怎么拿昏君点？好像也行啊，不能打架，那就打赌嘛。输了能气死文武百官，赢了我就要3000美女，怎么样都不亏。可以，不过既然是助兴，总要有彩头。圣国若输了，朕要3000佳丽，得是圣国最美的女人，还有你的所有妾室。哈哈哈哈！7日之后，我好色的名声怕是要传遍6国。如果圣国再往这些女人里面加点探子奸细，就更好了。等等，若能用女人来换圣国的大胜，而且我有备而来，可以。但若楚国输了呢？若是朕输了，条件随你提，金口玉言，绝不反悔。陛下不可呀！两国之间的赌约何其郑重，怎可涉及如此轻浮之事？3000美人，还有妾室，这个赌约传出去，陛下连带着楚国都得遗臭万年呐！是啊，帝王一诺，重比千金，怎可轻许？万一圣国要刚打下来的13州怎么办？这赌约真是输了丢人，赢了也丢人呐！这陛下身为国君，怎可如此轻浮，好色为荣？还在两国邦这么严肃的场合，还要别人的妾室？骂吧骂吧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昏君点稳了。
陛下，3000美人有什么用？咱们要点实际的吧，比如3000匹好马，或者要点粮食也可以。够了，朕乃95至尊，金口玉言，朕不会输。来人，搬沙盘来。检测到宿主夸下海口，以国土和百姓为赌注，昏庸至极。昏君点加1万，当前点数负5000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我去，天助我也！圣国使者真是活着的刷分神器啊！打个赌就加1万，真想把刚打下来的13州输出去，这样估计马上就能回家。可惜这赌约说出去，赌就打不成了。陛下乃95至尊，行军打仗乃粗人的事情，且让臣来吧。我代表的是我家陛下，你一个奴隶出身的王爷，不配和我比试。难道你也想代表楚皇？我听闻将军大胜归朝那日，万民跪迎，围困皇城，就为了让楚皇陛下出来迎接将军。将军可真是民心所向啊！当我傻吗？真让你来，我不得输定了。如此一挑拨，我就不信楚天阙还能容得下你。挑拨离间，陛下，臣绝没有不臣之心。好家伙，演得跟真的似的。你要是没有僭越之心，我才要哭啊！天杀的，我还等着你造反送我回家呢。你是笃定朕会输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放肆！朕乃皇帝，无需别人智慧。尔等是想僭越犯上吗？如此专横跋扈，看来贵妃没有骗我。楚天阙看着威严，实则是个蠢货。陛下怎会不信我？不对，陛下深谋远虑，一定另有打算。楚皇请看，这是我国水军的铁甲连船之术，乃用30艘战船以铁索连之，外附铜甲，箭雨难穿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楚皇可能破？这不是火烧连营吗？按照圣国的地势，东风一吹，不得全烧没了？哼，当谁没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还船附铁甲，那火油一到就成铁板烧了。糟了，嘴比脑子快，输了能赚的昏君点更多呀！这怎么可能？火攻确实是这连船之计的弱点，但楚皇怎么可能知道？莫慌，只要我抵死不认。不，楚皇说笑了。去年西戎10万大军渡淮海来犯，就是被这连船之计牢牢挡住。我们有特制的防火棉。还好，或者说圣国使者不会输给我这个一点军事都不懂的人。随便插几个，反正一定输。弓箭手所在的地方是云州、韩州、冀州，这是我军最重要的粮草运输路线。代表军队的旗子驻扎的地方是石头村，那是我国最大也最隐秘的铁矿。还有弓箭手放在断魂崖，有天险，那是我国防守最薄弱的地方。这楚天阙是什么意思？是找到了攻克断魂崖的办法了？这还比什么？圣国完了呀！好在赌约不过是3000佳丽，圣国输得起。楚地军事天赋不俗，根本不像表面上那般昏庸，如此做戏一定所谋甚大。我得赶紧回去禀报陛下。我认输。陛下竟然赢了，可帝师不是说陛下的军事天赋一塌糊涂，还颇效先帝吗？陛下一如既往的深谋远虑，如果3000佳丽换成3000战马就更好了。不过陛下深谋远虑3000佳丽，或许有什么别的用途。我就知道，陛下用兵如神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检测到宿主赢下赌约，发现到敌国军事破绽，令敌国使者闻风丧胆，群臣心悦诚服。昏君点负5000，当前余额负1万。累了，毁灭吧！又失败了！我打赌是想加昏君点的呀，怎么扣回去了？不是我的错呀！你搞毛啊！放水都放成海了吧？你一个使者能输给我一个完全不懂军事的新手，简直有疯啊！我懂了，
他踹翻沙盘，不是愤怒，是警告。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你们引以为傲的国防部署，在我眼里就像这个沙盘一样不堪一击，可以随时将其踏平。陛下，息怒，是小使愚钝，未能领会陛下的深意。我圣国知错了。相国，我他妈有什么深意？我就是想单纯的发泄一下而已啊！不是，兄弟你别跪啊！万一系统镇定你臣服于我，又扣我点数怎么办啊？检测到宿主不为一己私利破坏和谈，致使兵戈再起，生灵涂炭，达成成就无道昏君万名唾骂，昏君点+1+1+9999，余额1，生存危机解除。什么？竟然直接回正了，活着真好啊！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陛下三思啊！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丞相不必担忧，陛下深谋远虑，一定不会有错。陛下可别坑我呀！国库没钱了，真没钱了！哼，圣国狼子野心，从父皇那一代起就屡犯边境，若不乘胜追击，必有后患。打就打，我楚国一定会踏破圣国国都。镇南王，说是吗？镇南王，你说是吗？臣愿为陛下刀剑。哼，好好好，你确实是我的刀剑。日后兴起兵戈、劳民伤财这方面，还得靠我呢。他班师回朝时，万民跪倚，围困皇城，妥妥的民心所向，帝王之姿，这就是赞助我回家机票的榜一大哥呀！愿替陛下开疆拓土，一统六国，成为天下共主。啊，榜一大哥，你说啥？天下公主？检测到宿主微服四海，众臣臣服，触发成就天下共主之姿，国运持续上升，昏君点-负99999，余额-10万。警告：宿主欠款超过10万下限，持续走低，触发红线，7天之内不回正，抹杀！我勒个去！我才刚解除生存危机1分钟，就一下回到解放前，反复凌迟有意思吗你？累了，毁灭吧。我记得圣国还欠我3000佳丽吧？朕限你3日之内把3000佳丽送来，否则朕就御驾亲征，马踏圣国皇城。你就庆幸我没有随便杀人的习惯，不然你这个坑我的混蛋就该被凌迟。负10万的，50万，这还债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回家也才有10万昏君点啊！不，7天之内还不上，我就要被系统抹杀了，我的人生就真到头了。陛下放心，3000佳丽定能如约而至。3000佳丽，天下共主，盛世明君，如此荒淫无道，我刚才怕是瞎了眼吧？陛下，臣迷美色，非明君所为啊！陛下，3000佳丽比献帝还要荒唐。我老了，已经老眼昏花到看不清陛下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了呀！丞相言之有理，3000个娘娘，国发月例银子就能把国库搬空了吧？臣附议，圣国盛产马匹，3000个美人确实不如3000匹上等好马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三思。要3000个娘娘，俸禄还发不发了？检测到宿主向圣国索要3000佳丽，触发成就昏君无道，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昏君点+1万，余额-9万。剩余时间6天23时50分49秒、48秒、47秒，请宿主抓紧时间。6天挣9万，这是什么魔鬼 KPI？ 这是你们逼我的！大胆！你们联手起来逼朕，是想逼宫造反吗？众位大臣日日有曹府文的心，实在辛苦。陈忠良，你去告诉御膳房，按照朕的方子，给各位大人做一碗10全大汤，务必要真材实料，不可吝啬。是10全大补汤，
这一身宝国连老婆都没有呢，不需要啊！陛下厚爱，臣愧不敢受。爱卿不必客气，这汤是朕叫人精心准备的，人人都有，必须吃完，这是圣旨。陛下果然和先帝一脉相承，喜欢奢靡捉弄人。我老了，要不还是告老还乡吧。骄奢淫逸，昏庸至极。不过看他笑得这么欢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？这碗黑乎乎的东西能吃吗？此汤名为十全大补汤。各位大人请看这肉桂，是观音白土做的，此乃苦菜，象征翡翠。这是白玉，都是让人精挑细选过的，保准不会噎着，保准不会噎着。不过吃下去能不能拉出来就不一定。这有辱斯文，如此秽物怎可下嘴啊！陛下，安敢如此羞辱百官？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。不想吃，我可以让陈忠良帮你吧。陈忠良，是。暴君，暴君！检测到宿主折辱大乳谢无庸，触发成就昏君残暴，遗臭万年，昏君点加1万。Yes， 你活下来。更进一步，活下去。你们还有谁需要帮忙的吗？一碗十全大补汤，不仅得罪文武百官，还得罪天下学子。楚天爵真乃作死的一把好手，天佑我大圣啊！听说福王楚元作已经回京，我得把这个消息传给他，让大唐搞摇狗乱成一锅粥。观音土，陛下还记得先帝时百姓一子而食的惨状，和那时相比，陛下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我们这些老臣做得不够好。吃的心肝脾肺都苦的野菜，在陛下没有修建行宫运河之前，是百姓的主食。陛下是想告诉我，他一直没有忘记民间疾苦。是边关漫天黄沙的味道，陛下是在告诉我，边军们的辛苦他看在眼里。啊，这玩意儿真这么好喝？有刺客保护王爷！不对，好像有密信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！我正巧不知道怎么给那个抢了我皇位的小崽子找麻烦呢。赶紧让人传出去，那昏君荒淫无道，破坏和谈，只为强迫圣国送3000美人，还逼迫劝谏他的文武百官和杀的是观音土，导致大儒谢无庸生死不知。要快，3天之内，本王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而且还不能让人知道是本王传出去的。我要光明正大登上皇位，是昏君无道，本王为了百姓无奈造反，万民归西，天命所归。哎呀，对了，别忘了啊，悄悄给被打的文武百官送上药和慰问，特别是那少年英雄魏将军，婚礼是谢无庸。王爷礼贤下士，我相信文武百官会明白谁才是明主。检测到宿主沉迷美色，荒废朝政，昏君点+1。检测到朝臣进谏被拒，君臣离心，昏君点+1。这避火图我都要看吐了，不搞大事，昏君点还是太慢，我就剩4天了呀，怎么办啊！陛下，圣国送来的3000美人已经到了边境了，敢问陛下该如何处置？都是什么位分？安置在何处？对呀，怎么把他们忘了？传户部上书秦晖，我要给3000美人修建新宫殿，全要用钢铁来修。金屋藏娇算什么？钢屋藏娇才是独一份。在古代，钢铁比金子贵啊！哼，我就不信了，这还榨不干楚国国库。什么？陛下您要钢屋藏娇？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
藏娇，听起来不妙啊！不管了，先装傻。陛下，啥是钢材？臣不知道啊。没关系，土法炼钢我会。你要先建高炉，然后再用铁。世上竟还有比铁更坚硬的材料，陛下圣明啊！那3000美人一定是陛下掩人耳目的计谋。可铁矿开采不易，原材料短缺，短时间内怕是难以建好钢屋啊。这简单，朕下一道旨意，从民间收取铁制农具炼钢，材料不就有了？总不能委屈了我的美人们吧？那百姓怎么办？农耕怎么办？农耕和粮食是国之根本啊，陛下！农耕和粮食是国之根本啊，陛下！这是你的事，你抗旨不遵，是想再来一碗十全大补汤？听说那天宴会后，大臣们的母仪传出诡异的惨叫之声。是我刚才瞎了眼，昏君，这绝对是昏君，无道昏君！你去找福王，就说好啊！昏君无道，何该我这个明主上位？杀昏君救天下！你安排人去帮一帮我那个侄子，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收到农具，修筑宫殿。再安排人去传一首童谣：父王昏，百姓苦。检测到宿主强夺农具、钢屋藏娇，破坏秋收农耕，触发成就倒行逆施万民唾骂，昏君典加10万，余额20580。恭喜宿主昏君典回正，抹杀倒计时取消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成功。哈哈哈哈哈！活下来了！我还以为要 BBQ 了呢，幸好卡着点回正了，祖宗保佑啊！陛下，外面候着，不准进来。Yes， 活下来了！终于脱离生命危险了！我就知道我是带着系统的主角，是天命之子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陛下，徐昭仪有请。陛下，王美人来送汤了。陛下，李贵嫔说她心口疼。滚！让他们都滚，都给朕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。一群达成我昏君成就的工具人，汉子还好，万一有刺客半夜给我一刀怎么办？还是贵妃中心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来了。滚呐！不对，选。哎呀，那么多妹妹进宫，宫殿都住不下了。妾身还以为陛下早忘了臣妾呢。怎么会？后宫3000佳丽，我只信你一个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陛下又逗弄臣妾，怎么能是逗弄呢？这宫里四四方方的天，永远都批不完的奏折，永无止境的争风吃醋，实在太无聊了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做这皇帝，就想做个闲散王爷或者普通百姓，和爱妃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儿孙满堂，子女绕膝，该多好啊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古来皇帝便是佳丽3000，楚天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不，这个昏君好色又昏庸，他的话不能信。想当个普通百姓吗？哼，父王会很高兴的，我等着你们狗咬狗，到时候就是我大胜的机会。对，没错，我这一生只为大胜而活。臣特来向陛下辞行。检测到宿主被百姓唾骂，昏君典加1；检测到宿主被官员唾骂昏庸无道，昏君典加5。官员的唾骂比百姓值钱，少归少，但细水长流啊！要不要天天给他们送一碗十全大补汤？陛下啊？哦，你说啥？臣说，臣愿誓死效忠陛下，若有战，召必回，望陛下保重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你到时马踏皇城，可不就是若有战，召必回吗？镇南王那么着急去赴任干什么？丞相年老，
你一走陛下胡闹时，我可就独木难支了。我必须走，陛下不是昏庸之人，让我去驻守南边，必有深意。还不昏庸？他为了美色强夺农具，破坏农耕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还不知道秋收怎么办呢？恐怕在百姓眼中，我亦是个媚上的奸臣。来日灾荒来临，恐怕一死以谢天下，也难赎其罪。这正是陛下的深谋远虑之处。你瞧，那钢材不仅能做屋子，还能做兵器。或许钢屋藏娇只是伪装。前些日子探子来报，南蛮异动，东夷降于圣国，似乎也有不臣之嫌。我相信终会有一统天下，就以死战的那一天。邻居屯粮，我屯兵，邻居就是我粮仓。只要你抓紧造一批钢制的武器运到边境来，到时神兵天降，不管是去买还是去抢，我相信南蛮莫敢不从。原来如此，陛下牺牲名声，故作昏庸，都是为了百姓，为了楚国。我还误会他，我真该死啊！楚天阙那小子说什么？王位太累，比奏折太无聊，想做个寻常百姓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既然他这么说，我就成全他。江山社稷还是由本王勉为其难承担吧。好侄儿，就让本王帮你变成一个遗臭万年的万古昏君吧。拜见陛下，几年不见，陛下清瘦不少啊。王叔不必多礼，这么早来找朕，有何事啊？没事儿，我就去睡个回笼觉了啊。哼，演技真好，丝毫看不出来这家伙当初跟原主家的老登争皇位，争得跟乌鸡眼似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就喜欢这种乱臣贼子。呵，标签还是野心100%，那可真是太难了。亡国帮手又多一个，外有卫青，内有福王，内忧外患，我这不信亡不了国。陛下说什么？我说你的也……不对，你有啥事儿啊？圣贤有云，天下大为荣与祭。陛下钢屋藏娇，在民间变为美谈，何不再建一个祭台？一来，列祖列宗定会感念陛下孝心的；二来，陛下与贵妃娘娘同登祭台祭祀先祖，正好证明陛下和娘娘感情深厚，洗刷钢屋藏娇带来的好色名声。这孝心让祖宗被天打人踢的孝心吗？那可真是哄堂大笑，钢铁可导电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野心。福王言之有理，朕准了。那这名字就叫烽火台吧。虽然叫调，更显一，让独有周幽王烽祭诸侯，烽火台和昏君绝配呀。一定要选个风和日丽的时候登台，不然还不得被雷公一网打尽啊！陛下王爷，贵妃娘娘来了。这人看着也不是明主之相，有他和楚天阙龙虎相争，大圣统一天下，指日可待。这就是最近名声鹊起的贵妃，果然是红颜祸水，难怪把我这个侄子迷得团团转。我的皇位稳了。陛下和王爷在说什么呢？看来臣妾来的不是时候啊。怎么会呢？我早说过，这御书房爱妃想来就来。朕打算在这尼山之巅为你建一座天下最高的烽火台，再召集我大臣最精锐的儿郎，为你一人演武助兴。到时候朕点燃烽火，会有千军万马为你而来，高颂你的名字。爱妃高兴吗？哼，这另类的烽火戏诸侯一干，在你这妖妃的映衬下，我昏君的名头就坐实了。妖妃太难听了，妖后啊！你助我归家，我封你为后。不，这就是个昏君。苏林月，你清醒点，他在利用你，利用一个妖妃，减弱他昏君的名声，让你为他背起骄奢淫逸、祸国殃民的罪孽。可万一他是真心的呢？万一他不是个好皇帝，却是真心爱我呢？陛下如此厚爱，臣妾却之不恭啊。
我当然要答应，我就是来祸乱朝纲，夺取他的江山的。我们迟早会变成恨彼此入骨的死敌，没有另外的可能。太好了，君中计了。温君和妖妃真乃绝配，烽火台建好，就是你楚天阙身败名裂，我取而代之之时。好一个诡计多端的昏君，明明是他骄奢淫逸，骂名就全让姐姐背了。亡国昏君，不足挂齿。你去联系我们在城中的信鸽，把这上面的话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。姐姐，这昏君无道日子乏，福王献计把火搭，烽火抬高君享尽，只为妖妃笑哈哈。演武场上选英豪，夺魁之人最堪夸。可怜一朝英雄汉，净身入宫伺候他。这不仅把昏君骂了，连福王也一起骂了，还说要把演武夺魁的将军变成太监来伺候您。这谣言也太恶毒了吧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您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呀！你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是让楚国乱起来，不是换一个比楚天阙更精明、更难对付的福王上来。我要让他们叔侄相争，狗咬狗，把这大楚的国力耗干干净净。至于我，名声，一个见不得光的细作，要什么名声？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楚天阙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是真的爱我，还是故意立我做靶子，把我塑造成妖妃。等我这个妖妃被天下人共讨的时候，你会保我呢，还是会摒弃我呢？姐姐，您这又是何苦？哎呀，别矫情了，赶紧去做正事。我们这样的人，从来都身不由己。怎么样，昏君要为妖妃建烽火台的事儿传出去了吗？回王爷，传出去了，可他们都说是王爷您进的谗言，而且他们……什么？那流言把本王爷牵连进去了？本王的贤明啊，我就不该心急。这下好了，和楚天阙那狗屎站一块儿了。赶紧辟谣，辟谣啊！建烽火台是我故意的，但三军演武讨好贵妃，还要把永冠三军者抓去做太监贴身保护贵妃，这缺德事真不是我提的呀！本王才不会如此混用无道。宿主的骚操作传遍天下，导致流言四起，民怨沸腾。恭喜宿主处罚成就，当世下劫，昏君点加5万，当前余额75888，随即掉落奖励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1件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完成任务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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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去，1、2、3、4， 5个位数，一下到手5万，太好了！再有2万多，我就能回家了，可得好好庆祝。呸！不能犯分裂，容易夭折。呸！乌鸦嘴！陛下娘娘，我大事不好了！我勒个亲娘哎 ！flag 硬的这么快吗？朕和爱妃好着呢，闭嘴！蠢货！陛下，长孙丞相带着文武百官逼宫不对，为了请功，准备死谏呢。啊！有这好事？你怎么才说？老天保佑，再来2万多昏君点，我就能提前申请回家了。文武百官给我送钱来了，都是好人呐！陛下三思啊！烽火台乃是前朝昏君周幽王所建，君言之事更是亘古未有，请陛下三思啊！陛下，丞相说得对。父母刚给3000娘娘刚修完钢铁宫殿，国库真没钱了呀！陛下，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诛杀妖妃。你们想做什么？逼宫吗？哼，谁说君言之事亘古未有？那是你们见识太少。我家兔子就长长君，还有你还敢提宫殿？好好的宫殿让你建成鸟笼了，真的每人全睡大通铺。你这是吃了多少口？好意思说国库没钱？
每人全睡大通铺。你这是吃了多少胃口？好意思说国库没钱？臣没有，请陛下明察。克扣下来的钢材全让卫青拿走了，这一个子都没进我兜里。别狡辩了，来人，把这群僭越逼宫的家伙统统抓进大牢，好好长长记性。昏君，你个无道昏君，你骄奢淫逸，不顾百姓，你会遭报应的你和妖妃不得好死！兄，姓王啊！骂我的都打烂屁股，这次扒了裤子打。陛下，天牢环境恶劣，丞相大人年事已高，百官身份贵重，不可如此折辱。不必说了，朕意已决。这哪是妖妃啊？这分明是祥瑞，是朕偏要宠她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怪朕？检测到宿主色令智昏，残害忠良，独断专行，将文武百官全打入大牢，触发成就残暴昏君，昏君点加2万，余额95888。恭喜宿主，距离提前结算只剩不到5000昏君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嘿嘿，胜利的曙光，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我的毛子华子电脑空调。好啊，好啊，本王还没做什么，你就自己失了人心。天命果然站在我这边，可诸位大人都进天牢了，朝堂上的正事儿谁管？又是只能薅羊毛的好羊，可惜我就要攒够回家的票钱，可不想放弃到手的昏君点去成全你，那就让他们在天牢办公好了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意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他们在官位上坐得太久，天天只会管朕的行上，恐怕早忘了什么叫民间疾苦。朕心善，让他们再感受一下年轻时候10年寒窗的感觉。我就是寒门，陛下说的没错，老臣确实在高位上坐太久，忘记民间疾苦，早忘了当初要为民做主的初心。先帝昏庸至此，我却苟活至今。如今陛下胡闹，我却只想着隐退。我对不起百姓，我该死啊！我虽没忘为民做主，可也早没了当初那种要让天下百姓都吃饱饭的锐劲儿。到最后还记得这些，点醒我的竟然是陛下。是啊，当官不为民做主实在不像话，陛下用心良苦。至于烽火台，肯定是福王进谗言。怎么回事？明明罚他们去天牢的是楚天阙，求情的是我啊！检测到宿主慷慨激昂的发言，令群臣归心。昏君点减5888，余额9万。我勒个去！这些人是懂 M 吗？还好，还有9万，等烽火台建成，就能凑齐回家的车票了。臣等拜见陛下，拜见贵妃娘娘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不必多礼，3军演武开始吧。哎呦，我输了啊！不，兄弟不用让着我，我才疏学浅，赢的该是兄弟你才是。孙子，你想害我？赢的明明是你。这怎么回事？你没听流言怎么传的吗？3军比武优胜者要被陛下变成太监，提身保护贵妃。这谁敢赢？嘿嘿，太好了，看来流言起效了。等楚天阙尽失民心之时，就是我上位之日。烽火台都建成好几日了，系统奖励怎么还不来？难道真要让我像流言一样把军演冠军嘎蛋不成？系统，你变态啊！烽火台建成，流言四起。恭喜宿主触发成就，变态暴君嘎蛋狂魔，昏君点加1万，余额10万。系统，我要申请提前结算，我要回家。检测到王国任务未完成，10万昏君点只够返程的车票，不能带走任何奖励。请问宿主是否提前结算？我回去还是穷光蛋，我考虑。有危险，宿主小心！昏君，去死吧！我来保护陛下。陛下小心，护驾！刺客，抓刺客！护驾！
臣救驾来迟，令陛下受惊，请陛下责罚。妈呀！如果不是穿了系统掉落的金丝软甲，真的要 BBQ 了。等等，这场景好像似曾相识。卫青是你什么人？你该不会叫霍去病吧？末将乃镇南王的表弟霍无极，奉命带兵回京参加军演。能杀了昏君最好，杀不了就嫁祸给卫青，我要他们反目成仇。少主，杀了他，杀了昏君，主上就有资格主戮天下。陛下明鉴，绝无此事。明显的栽赃嫁祸，不过跟我没关系了。系统，我要申请提前结算，再待下去，万一钱没赚到，反而把小命搭上了。申请中，余额不足，申请失败。申请失败？怎么可能？我刚挣到10万昏君点的，你该不会是私吞了吧？检测到宿主以身为饵，将潜伏在楚国的圣国杀手一网打尽，国运上升，昏君点减20万，余额负10万。警告！警告！昏君点再次到达下限，半月之内不回正，抹杀！抹杀！抹杀！我勒个去！又来！快睡太医！快睡太医！老臣来也。不用担心，陛下只是受到惊吓，急火攻心，待我扎上一针。停！你这一针下去，朕可就真没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下就扣我20万？启禀陛下，刺客乃圣国探子。这3日，臣已抓获京城周边探子100余人，端掉所有据点。如今皇城稳如铁桶。稳如铁桶？镇南王并无谋逆之心，请陛下明察。这还亡个屁的国呀！五债10万，还不如指望卫青马踏皇城亡国来得快呢。辛苦爱卿了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忠臣。来人，拟旨霍无极救驾有功，封骠骑将军。陛下不可啊！霍无极势力再做大，我安插在军中的眼线迟早会被翻出来。让陛下以身犯险，就是臣子的失职。如此重赏，恐令百官懈怠啊！卫青的表弟若长此重兵，我在军中势力必然大损。无论如何，不能成。娘娘言之有理。不必说了，朕相信卫青。我还指着他造反呢，他可是我的底牌。陛下竟如此信任我们，表哥没有骗我。陛下是个深谋远虑的明君，臣愿誓死效忠陛下。至于大臣失职，请回听令，朕赐你尚方宝剑，监察百官，有贪官污吏、失位素餐者，杀无赦。臣遵旨。杀吧，看谁不爽就杀，嘎嘎乱杀！我的昏君点就靠你了。陛下如此做，万一朝中生乱，爱妃不必担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朕都会护着你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朕就封你为后，与你共掌江山。封后共掌江山，圣国只会把我当工具，他却……不，这个昏君只是想把我立成靶子。妖妃和妖后有什么区别？开门，抄家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娘娘！柳大人、韩大人、李大人家被抄了。我们在京城附近的据点和钉子被拔出了90%，现在亲近我们的圣国大臣里，除了帝师谢无庸之外，都被拔除了。圣王大怒，下令如果我们再没有进展，就要对我们的家人出手。怎么办啊，姐姐？你说楚天阙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身份了？不会的，他昨天还说要封我为后。把楚天阙要封我为后这事传回去，就说我会立刻想办法祸乱朝纲，请圣王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检测到秦晖拔除敌国探子和贪污官吏乘11，超出赃银1000万，国库爆满，国运大幅提升。昏君点减5万，余额负15万。检测到昏君点为负数，请宿主早日回正，否则抹肉。我可去你的吧！就一个晚上，秦晖就搞出这么大事，他咋不上天呢？哎呀，陛下息怒，臣子们不得用，再选一批就是了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对呀，再选一批就好。科举一出，那些世家大族不得搞件跳墙吗？对，女人也可科举，到时候三纲五常一破，天下必好，其他国家
也会趁火打劫，内忧外患之下，我就不信不亡国。爱妃真是我的福星啊！上承天恩，下恤万民。陛下有旨，自今日起开科取士，凡我大楚子民，无论出身，不分男女，皆可应试。一朝提名，便可入朝为官，为国效力。钦此。你听到了吗？不论出身，我们寒门子弟终于有出头之日了！陛下圣明啊！荒唐，简直荒唐！女子科举，让女人入朝为官，这是要乱了纲常，颠倒乾坤呐！女子也能当官？这世道啊，真是看不懂了。女人也可以站在朝堂上，掌控自己的命运吗？哼，你一个女人家，不好好在家学女工绣花，出来抛头露面，还想当官？赶紧跟我回去，张屠户家还等着你去相看呢。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嫁给屠夫。皇榜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女子也可以考试，考上了也能做官。哼，考试就凭你考得上吗？别做梦了，女人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，传宗接代。我不信，凭什么我的命运要由别人来定？我想试试。哎，看，还真有女人敢来考科举啊！抛头露面，不知廉耻。她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陛下想女人做官吧？陛下只不过为了公平，更为了用女子科举转移世家大族的视线，削弱寒门和世家的矛盾，一枚棋子而已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女子科举就是一个天头，一个陛下用来转移世家大族视线的点缀。如何使万民安居乐业？如何使万民安居乐业？这万民中可曾包括女子？女则女鉴，贞洁牌坊，三从四德，相夫教子。你们用一条条戒律，将女子困一辈子在苦海中，让无数女婴为睁眼看一看世界，就为人所欺所杀。这就是所谓的万民安居乐业吗？何其虚伪！怎么考试人数这么少，而且一个女子也没有？虽然这场科举办的是仓促了些，但这可是鱼跃龙门的机会，不应该争着抢着来吗？我去，这人写的啥？为天下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都是大佬啊！不能选，不能选，不然我啥时候才能亡国？哎，等等，终于看到一个女的了，她好像还交了个白卷，你为何不签？回陛下，此题太难，小女子解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答得好。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，本就没有答案，违心而已。来人，拟旨将这位大才封为丞相。长孙丞相年事已高，且让他告老还乡，安度晚年。臣是女子，这还未通过科举？我知道啊，我就要女子，就要打破常规，把朝堂搞得一团乱。这位人才还不赶紧叩谢陛下啊！这下朝堂上要乱了。臣武梅叩谢陛下隆恩，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是我唯一挣脱牢笼，站在朝堂上实现抱负的机会，也是为天下女子让我权力的唯一机会。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一往无前。武梅，妩媚，妩媚娘！我了个老天奶，这不会是这个世界的武则天吧？妥了妥了！检测到宿主扰乱官场选拔，提拔女混混为丞相，导致百官怨声载道，触发成就乾坤颠倒，牝鸡司晨，昏君点加10万，余额5万，抹杀倒计时9天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脱离生命危险。哈哈哈哈哈！选有圣果，尽有卫青或无极。朝堂之上还有个武则天，内忧外患齐活了，何朝不能亡国？陛下，科举就罢了，武梅一介女流，怎可与我等同入朝堂啊？她若为官，我等岂非与奴婢同列？这种货色一看就不够格。陛下罢免长孙丞相，随意提拔一个女流相替，不怕天下唾骂，官场暴动吗？官员暴动？哼，你报一个给我看看！昏君撵不得滚滚来吗？我穿着金丝软锦呢，不怕。
天下女子既是朕的子民，给他们机会是在给楚国添柴，而非拆墙。为了朝廷安稳，请陛下三思。朕意已决，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朝堂也是朕的朝堂。尔等罔顾皇命，抱团威逼君主，是想造反吗？陛下平等的承认，天下女子也是他的百姓。陛下为我对抗文武百官，我怎可让如此好的陛下受人唾骂？陛下，臣愿与各位大人辩论，以学识和对百姓的贡献定输赢。准，哼，有好戏看了。为了给自己和所有女子争取利益，他一定会争权独立，把这朝堂搅得天翻地覆。陛下，臣行一事。三纲五常，男主外女主内，阴阳乾坤，乃是上古正理。你魅惑君上，聘击私臣，意欲何为？自古有之，越是对的吗？那为何前朝周王室覆灭，楚国兴？为何楚国不沿用前朝旧法，尊前朝皇室？你强词夺理，不可理喻。陛下，我来一试。若允天下女子都去争当官，欲春耕秋收，田间无人，粮草不济，此乃废农误国。请大人言之有理啊！此言差矣。农耕亦为国之重任，天下不曾下田不分五谷的读书人不知凡几，可曾耽误农耕？人口于国家而言，乃重中之重。若允天下女子为官，导致人口衰弱，该当如何？哼，人口算什么？只要陛下能统一天下，六国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，还缺人口吗？好大的气魄，好广阔的胸襟和格局，格局之差，犹如溪流见沧海。五姑娘能在科举一字未写，便得陛下重用。你我苦读的圣贤书早过时了。等等，一字未写，难道陛下早就发觉了女子之中有此天地精微之才，这才开放了科举？陛下竟不惜自无为昏君，背负千古骂名，只为替楚国博一个未来，臣愚钝了。陛下无女官之才，惊天伟地，臣拜服。检测到5枚提出治国良方，令秦晖心悦臣服，朝堂平稳度加10，国运加1万，昏君点减1万，余额负6万。不是，姐妹你背刺我！陛下，臣想一试。不必说了，这是皇帝金口玉言，我说他是丞相，他就是丞相，我信他。再试下去，我又要负债累累了。陛下竟如此信我，我一定不能让陛下失望，一定不能让人诟病陛下。陛下，臣有强国实策，请诸位观之。其一为君民论，臣以为君如舟，民如水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最有王朝更迭，若想长治久安，必知民重君轻。其二为战争论，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弱肉强食。遂楚国要长治久安，必有强大武力。臣献军功制，以军功封爵，举国瞻仰烈士老幼，不让马革裹尸的将士们寒心。其三为其实为均田论，多田者多税，少田者少税，令天下百姓都有田可种，国库有税可收，此为大善。若能推行此强国实论，楚国定能一统天下，请陛下明鉴。若能推行此强国实论，楚国定能一统天下，请陛下明鉴。吴丞相言之有理，恭喜陛下喜得大才呀！吴丞相言之有理，恭喜陛下喜得大才！恭喜陛下，我万岁万岁万岁！民重君轻，军功封爵，均田制，强国实策。大傻春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到底谁才是穿越者？完了，我完了！警告！警告！当前余额负19万，超出最低下限9万，扣除宿主9天生存时间，即刻抹杀！即刻抹杀！即刻抹杀！完了，这下真BBQ了！不是说好的，我就负责躺平就好吗？本局系统你说谎，正宫，我要转人工！啊，我要转人工！你害我！
来人呐！陛下喜得良才，欢喜的晕了。陛下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我这是死了吗？没呢，把这个签了，你就能出去了。借款10万，还款20万，期限1个月还清，附加利息，是亡国之前不能申请提前结束任务。你捅妈皮呀！高利贷都没你这么黑，说好的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躺赢呢？你在玩杀猪盘呢你！投诉！我要投诉！且之前也没想到，就吃喝玩乐坐等亡国这么简单的任务，你都能搞砸。那我走。检测到宿主昏君点为负数，突破下限，抹杀程序启动中。姐，姐，我错了，姐，再爱我一次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，陛下？贵妃，真苦啊！为了不被抹杀，我含泪签下高利贷，借10万还20万，也就是说1个月内我至少得赚到30万昏君点，才能回正保住小命。啊！苍天哪！我想做个昏君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该叫苦的是我才对，贪花好色，懒惰成性，骄奢淫逸，天命怎么会看上他这样的人？陛下可是为国事烦忧，朝堂上已有5丞相这等惊天伟地之才，陛下若是还觉不够，不如微服私访，亲自去寻找漏掉的人才。陛下不如去贫民窟看看。对呀，一个不行那就多来几个，总能把这朝堂上这潭水搅浑吧。总不能他们个个都是惊天伟地之才吧？海妃言之有理，这是朕的福星啊！既然找女人当官儿也能翻车，那我这一次就找个大字不识的乞丐，我就不信气不死文武百官，搅不浑朝廷这滩水。大胆！别！老爷来贫民窟体会人间疾苦是好事儿，霍先生别那么紧张嘛。我看这人就是个文弱书生，能有什么危险？失礼了，小生不是坏人，是天文皇榜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岂料路遇劫匪来迟了，没赶上考试，身上的钱财也被收刮一空，只能寄居在贫民窟的破庙中，无意冒犯了几位贵人。老爷，您瞧这书生，虽落魄亦不改其志，或许是个人才，咱们考他一考，若是个有才之士，也是个佳话呀。爱妃果然爱我，一心一意都在为我和楚国着想。可我要做个昏君呀，再来个5枚这样的有才之士，我就该上吊了。精密赈灾，简直胡闹！灾民们配是那么好的东西吗？依我看，应该换成粗糠，再掺些泥土，9斤米糠1斤土。既然是灾民，饿不死就行了。毕竟只有达官显贵看不上的东西，才能到灾民嘴里，不必受层层盘剥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说得好，这才是我要找的人才。当世何坤呢？这是陈忠良，你旨封此人为户部侍郎，令秦晖好生培养。一个大贪官养出一个小贪官，上下盘剥，我等着他们掏空国库。检测到宿主提拔乞丐为3品大员，掌管天下财物，触发成就昏君无道，独断专行，昏君点加1万，当前余额负29万。哼，成了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这要是多来几次，我的债不得马上还完，或许都用不着30天。怎么回事？这就让人急糊了。算了，能说出给灾民吃糠皮，我看那乞丐也是个贪官的料。放到朝堂上还是户部，那不得是老鼠进了米缸，足够祸害楚国了。陈忠良，带他去找秦晖。这是陛下，他封我做正3品户部侍郎。他只听了我上半句大逆不道之言，就知道我的言外之意。陛下懂我，懂官场上的层层盘剥，懂灾民们的苦楚，知己啊！臣必不辜负陛下的期望。夫人，你谁啊？好美的女子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我记得武梅部长这样啊。她因为强国实策，被我封为钦差，
大方到南边赈灾去了呀？臣户部侍郎上官婉拜谢陛下赏识，无以为报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陛下的人了，为陛下马首是瞻。陛下竟识不得我，不怪陛下，陛下只是因才选人，是昨天事出突然，我忘了谢恩，也忘了向陛下介绍自己。美人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哦，昨天捡的那个乞丐啊，合着她是个女的。昨天那脸黑的，还真没看出来。哼，又是一个破格提拔的女官，陛下怎可如此色令智昏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此女不仅是乞丐出身，还是罪臣之女。当年上官家贪没了先皇修建宫殿的银子，先皇判了他们满门抄斩，出嫁女也流放3000里。哼，还真是贪官世家，更喜欢了怎么办？先皇判他流放，你们觉得先皇是什么？是天子，是皇帝。朕也是天子，是帝王，朕判他无罪。你要是还有意见，之前南边巡抚不是说南边旱灾吗？丞相已经去了。上官侍郎，你带着钱粮赶紧赶上去吧。事关黎民百姓，若陛下非要胡闹，臣只能血溅朝堂。望陛下今后三思而后行，以黎民百姓为重，不以自身喜好祸乱天下。我去，朝臣死谏，血溅朝堂，传出去我这辈子都钉在昏君的耻辱柱上了。但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李大人何必如此激动？陛下上位以来，从来是深谋远虑，我信他。哼，将军和他说这么多做什么？陛下是天子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他反对陛下，要死就让他去死好了。你们记住，杀人者是我李元作，杀他是因为他挑衅了皇室威严，和陛下无关。还有谁对陛下的旨意有意见吗？谁准你们阻止楚天阙胡作非为，祸国殃民？他又是个明君，我还怎么名正言顺的造反坐上皇位？谁阻止他当昏君，我杀谁！我去，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，这王术还怪好用的呢。听见了吗，上官婉？朕为你家平反，封你为钦差，赐尚方宝剑，赐你先斩后奏之权。丞相微服私访，你则在明面上总理赈灾事宜，可别让朕失望啊！一定好好发挥你贪官的基因，我还债就靠你了。臣拜谢陛下，一定不负陛下的期望，为陛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吴姐姐信中说的没错，陛下和先帝不一样，他是个盛世明君。我家10几年的冤屈，终于有重见天日之时了。我一定不能辜负陛下的期望。不是说朝廷的赈灾粮下来了吗？怎么咱们吃的还是草根树皮还有米糠啊？你没听说呀？这次赈灾的是陛下随意提拔的女官，这女人能成什么事儿啊？听说这一路上，她不仅把朝廷发下来的精米卖了，换成米糠，还光明正大的收受贿赂，赈灾粮都到了她的口袋里，咱们可不就吃米糠了吗？呸！陛下为色所迷，任用奸佞，不顾我等死活，我看还不如反了得了。你懂什么？好歹米糠能果腹，还能无限量供应，口感差点算什么？想想之前几次天灾的惨状，要真来的是精米，能轮得到我们吗？陛下深谋远虑，那未来赈灾的大人也真正体会过民情啊！是我狭隘了，不懂陛下的深谋远虑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看来百姓中还是有聪明人，不枉你背负骂名为他们做的一切。不，深谋远虑的是陛下。陛下当初听了我的提议，只听了一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将我提为户部侍郎。他是我的伯乐知己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当然要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所以
这就是你收下官员送来的贿赂，再将他们换成赈灾粮的理由。此事一出，恐怕京城不少人等着参你呢。为陛下赴汤蹈火，我不后悔。检测到百官非议，昏君典加1万。检测到宿主提拔的官员收受贿赂，昏君典加1万，加1万，加1万。检测到百姓怨声载道，反心已起，即将起义，昏君典加10万，余额负10万。上官婉不愧是贪官世家出来的，一个他就搞定了我大半欠款，这还不算后续。如果百姓真的起义反了，哎呦我去！等我亡国，带着1000亿资产回家了，给那姑奶奶立祠。哎呀，叫爱妃们出来嗨！朕陪他们玩躲猫猫，他们赢了的话，通通封妃。如果被朕抓到了，就得脱一件衣服，直到脱光为止。美人们可藏好了，我要来抓人了。来呀！来呀，陛下，我在这儿呢。抓着你，陈忠良，怎么是你啊？陛下，百姓又把皇宫围住了。因为南边的灾情的事吗？百姓暴动，要打进来了。我去，可以回家了。我得叫禁卫军放弃抵抗，到时候百姓冲进皇宫清君侧，把我揪下来，把福王推上去，应该算亡国吧。听我二表舅的三姑妈的小儿子说，南边的灾情控制下来了。这一切啊，多亏武丞相为钦差巡视灾区，更多亏了上官侍郎把金米换成便宜管饱的米糠。切，这一切明明都是陛下的功劳，是他知人善任，不拘一格用人才。有陛下这样的明君，是我们大楚的福气啊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寿无疆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啊！你们说啥？不应该朝我扔臭鸡蛋吗？完了！来人呐！陛下高兴的又晕倒了。检测到100人认为宿主是盛世明君，昏君典减1万。检测到1000人，1万人认为宿主是盛世明君，昏君典减1万，减1万，减1万。检测到宿主受万民爱戴，触发成就众志成城，民心所向，昏君典减10万，余额负30万。又一招回到解放前，我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？这狗系统不是在玩我吗？难道我选昏君系统真的选错了？陛下说什么？您可吓死臣妾了！又一次让那昏君化险为夷，他的运气怎么可以这么好？难道他真的是天命所归？不行，一统6国的必须是圣国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我亲自动手了。我只要弟弟平安。陛下，您可不能丢下臣妾。贵妃，莫怕，贵妃果然爱我，难道这就是职场失意，情场得意？算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反正我还有20天，先好好跟贵妃共度良宵吧。陛下，别怪我。陛下娘娘，帝师求见。谢无忧，他来做什么？坏我好事？不对，那昏君有金丝软甲，幸好没动手。帝师求见，摆下御书房。爱妃，朕晚上再来看你。对呀，我还有谢无忧呢，他是文人之首，由他出手搞臭我的名声，好歹能赚回一些昏君点吧。微臣拜见陛下。爱卿不必多礼，起来吧，朕刚好有事找你。陛下请讲。朕要你搞臭朕的名声。啊？楚天阙什么意思？是发现我投靠圣国了吗？唉，老师，朕苦啊！朕不过是阴差阳错做出点功绩，百姓们都快把朕吹成千古圣君了。这名声啊，就像是一座大山，将朕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令朕夜不能寐，也让某些道德败坏的人不敢露头。这座圣君的牌坊，朕不喜欢。老师，明白吗？看来楚天阙还不知道我投靠圣国的事儿，但他这是要故意自污，引蛇出洞，把朝中有异心的人一网打尽，好狠的计策！幸亏我提前知道了。是，臣明白了。不过臣今日是为另一件事而来。陛下可知，户部尚书秦晖一直在给镇南王运送兵器，二人异常亲密，时常互送礼物。阴差阳错下，运送的人发现秦尚书给镇南王运送的是钢制兵器和盔甲，镇南王给秦尚书运送的却是粮食，二人怕是有谋反之嫌了。谋反？苍天哪，终于让我等到了，这是天无绝人之路。爱卿不必担忧，往南边运兵器是朕的意思，他们的事儿从头到尾朕都知道。哼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求爷爷告奶奶，终于求到他们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了。原来如此，竟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臣告退。楚天阙竟如此信任卫青，看来挑拨他们君臣离心的计划还得从长计议啊。去吧去吧，从今天开始，老师只需要做好千古昏君这一个任务，不必操心其他事儿了。他们造反的事才起个头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。你去福王府上把今天的事儿。谢无庸弹劾卫青，和秦晖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军权如果一直掌握在楚天阙手里，我还有什么机会？谋反可是大罪。安姨，你去联系诸位大臣和宗室族老，明日上朝除佞臣，清君侧。陛下，臣要弹劾镇南王卫青，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。啥？你说啥？这是谁告诉你？卫青乃是收复13城的有功之臣，你们想做什么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如此，何人还敢为我大楚效忠？兵器的事我知道，是我默许的，用的是我建宫殿剩下的材料，又没动用国库，也没拿你们的钱，你们大张旗鼓的做什么？陛下，臣敢以性命担保，镇南王绝无谋反之意。铸造兵器只因为南蛮有百越之地，撒谷成林，一年3黍，粮食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只想给那些失去农具的百姓一条活路。百越，卫青把他打下来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的昏君点不得扣到爆表啊！我还有活路吗？南蛮彪悍，林中多瘴气，镇南王还未有进展，遂不敢告知陛下。不过兵强马壮的倒是抢了些粮食，但这些就不适合放在明面上说了。那可太好了啊！这是说百越之地至多几年的功夫，必是我大楚的囊中之物。至于运送打造兵器之事，本就是朕的密旨，爱卿有何罪？敢污蔑爱卿者，诛9族。陛下密旨，还真让镇南王猜中了。陛下刚屋藏娇，为的不是美色，而是打造兵器图谋百越。陛下不仅深谋远虑，为了楚国开疆扩土，还不惜自毁名声。千古圣君，千古圣君呐！我得把这些悄悄告诉百姓，一定不能让陛下的功绩淹没在尘埃里，背负骂名。怎么回事？探子告诉我，私造兵器确实是秦晖私下行事，这事儿自古就敏感，楚天阙为何要替他们遮掩？难道楚天阙看出我故意离间他和卫青？检测到有大臣私造兵器，宿主还替他们遮掩。恭喜宿主触发成就无脑昏君，拱手让江山，昏君点价20万，余额付10万。Yes， 还清债务指日可待。不过还不够，怎么样才能让卫青得到激励，快快造反呢？哎，有了！参考甄某传的雍正和年羹尧啊。既然被发现了，那我也不藏了。秦晖，你抓紧再打造一批钢铁兵器，和黄马褂一起运到南边。镇南王劳苦功高，赐封地自治之权，和黄马褂一件。
黄马褂上身，如朕亲临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有黄马褂在，镇南王可便宜行事。是，陛下英明。陛下英明，镇南王夺回13城，乃有功之臣，何该有殊荣？亏我还觉得你聪明了，合着聪明不过3席啊！你是真不怕功高盖主啊！果然，你不适合当皇帝，这皇位就该是我的。事情都解决了，那就退朝吧。朕和爱妃去睡个回笼觉去。陛下三思啊！陛下，容臣做一回小人，自古功高盖主，不得不防啊！够了，卫青乃有功之臣，你总盯着他做什么？你总盯着我赚钱的大宝贝儿做什么？他造反我高兴着呢。不行，必须得做点什么，转移一下视线，不然造反还没开始就被他们给搅黄了。怎么办啊？嘿，有了！行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朕要封苏贵妃为后，从此垂帘听政，共掌江山。你们要是闲着，就去准备封后大典吧。退朝！陛下三思啊！陛下，聘祭司臣必遭天谴。二圣临朝垂帘听政之事，古未有之。苏贵妃乃宫女出身，身份卑贱，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拱手让权力，我这大侄子脑子坏了吧？检测到宿主带贵妃上朝，触发成就2圣临朝乾坤颠倒，昏君点加10万。检测到众臣心率波动过大，开始质疑宿主，昏君点加1万。目前余额1万，恭喜宿主还清债务，脱离生命危险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完成任务。半个月赚了30多万，看来还是盗反天罡逼人造反赚得多呀。接下来该干什么呢？要不学乾隆下江南吧？皇帝体验卡就快到期了，过时不候啊！贵妃有兴趣同朕到江南游玩一番吗？方才在朝堂上，我同众臣说了，要封你为后，2圣临朝，趁着封后大典还在准备中，我带爱妃好好游玩一番吧。陛下厚爱，臣妾乐意之至。陛下若效仿先贤，95至尊微服私访，一定能让百姓感受到陛下爱民如子之心。楚天觉要封我为后，用我临朝与他共享权力，如今还要为这片刻的自由，不惜背负骂名，带我同下江南。他竟如此爱我，我对得起这一份真挚的爱吗？不，我是个细作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楚天觉只是想用我转移群臣的视线罢了，他把我变成祸国妖妃，我有什么好感动的？我只有弟弟了，弟弟才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救他。千古圣君，爱民如子，爱妃果然爱我。遇见都800年后，他一定是知道国库没钱了，才建议我微服私访，为我省钱，这才是真爱啊！哪怕我破产了，或许得跟着我吃糠咽菜，也毫无怨言。微服私访是不可能微服私访的，不万众瞩目，我怎么劳民伤财啊？爱妃此言差矣，这是你封后之前最后一次下江南，一定要万众瞩目才好，也让百姓们看看我大楚国母的风范。陈冲良，传朕旨意，1天之内，朕要看到能彰显帝王威仪的顶级龙舟。朕要以最盛大的场面到达江南，着令行奎立刻去办。不是，你不微服私访，还要搞万众瞩目的盛大场面，我该怎么帮你啊？陛下三思啊！如此劳民伤财，陛下必遭万民唾骂。您是盛世明君，臣妾不愿意您为臣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。爱妃不必多虑，朕不在乎这些虚名，我要的就是万民唾骂。可古有唐明皇一骑红尘妃子笑，爱妃对我情真意切，我对爱妃的心远胜过唐明皇。如果您是唐明皇，我是杨贵妃，马嵬坡下，您会怎么选？楚天觉啊，楚天觉，你到底是真的爱我，还是把我当做你骄奢淫逸的靶子呢？国家兴亡在于执政的君主，与无辜的女子何干？红颜祸水不过是史官的托词，若真有那么一日，赴死的当是我才对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
那得多少昏君点？那昏君的名头必须是我的呀！到时候卫青带着人打过来清君侧，我就可以带着千亿家产死回家了。陛下，当真如此？他爱我至此，我当真要背叛他吗？或许他知我是奸细也不介意呢。不，我不能这么想，否则我弟弟怎么办？楚天觉既然爱我，就一定愿意为我放弃江山，对吧？假如臣妾说，假如有下辈子，陛下愿意为臣妾放弃万里江山，只做一对平凡夫妻，一生一代一双人吗？当然。检测到宿主为贵妃劳民伤财，处罚成就昏君无道，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昏君点加5万，余额6万。帝师，你可得管管陛下呀！陛下把钱都花在了贵妃身上，国库已经穷到克扣我们的俸禄了，哪里还有钱搞顶配的龙舟下江南？这不就是闹呢？是啊，国库要是有钱下江南，能先把俸禄发了吗？陛下如此，不是为难我等吗？慌什么？陛下的旨意又不是下给你们的，是下给秦尚书的吗？1日之内，顶配龙舟，极尽奢华，下江南，陛下绝不会做无的放矢之事。这背后一定有我们看不懂的深意。但国库是真没钱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！我记得帝师大人出生于顶流世家谢家吧？您可是陛下的老师，这10万两银子就靠你们贡献了。陛下要一艘能彰显天子威仪的顶配龙舟，1日之内必须下水，办得到，这10万两银子就是你的奖赏，办不到，就是你和你家9族的丧葬费。本官的尚方宝剑会亲自送他们上路。1日之内要造出符合帝王身份的豪华大船，这跟直接助我9族有什么区别？等等，那艘给倭人海盗打造的天皇号，今日正好完工，铺上华盖，插上龙旗，不就是现成的龙舟吗？但私造战船与倭国交易，可是通敌卖国的重罪。我一直瞒得很好，除了几个核心工匠之外，无人知晓。陛下是怎么知道的？完了，一定是东窗事发了。或许是陛下爱财，准备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赌一把。启禀大人，小人手中真有一艘大船，既然陛下急用，大人拿去好了。这么巧？什么专门为陛下万寿而制？这船分明是沿海海盗那边的款式，而且做了加厚处理，何在1000人不成问题？武丞相昨日才传来消息，沿海有海外倭人入侵，结果这倭人都舞到皇城脚下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想来陛下明面上是想下江南，实则是想展示我水军实力，威慑海外诸国。陛下当真是深谋远虑啊！哼，算你识相，这船本官代表陛下收下了。既然是贺礼谈钱，那可就俗了吧？哼，通敌叛国之徒，暗女当斩。但此人造船技艺确实高超，能造出此等镇海神舟，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我明白了，陛下此番敲山之徒，想必也不是真的要他的命，而是要收其财为其用。对，留下此人，日后可为我大楚打造更强大的水师，以御外敌。我必须领会陛下的深意。你的贺礼，陛下很满意，你的小命暂时保住了。从今日起，给本官好好干活，若再敢有二心，你知道下场。嘿嘿，陛下，户部尚书求见。这么晚了，他是来请罪的，正好趁机把他削成白板。这个混蛋之前可坑苦了我呀！宣参见陛下。娘娘，你是来请罪的？请罪？回陛下，臣来向陛下交旨，
臣不负陛下厚望，龙舟已经备好。既然办不好事儿，你就滚！什么？一夜间就造好的大船，你莫不是诓我吧？这船能坐吗？启禀陛下，造船厂感激陛下厚恩。这船，造船厂从陛下登基那年就开始制作，准备当做万寿节礼，今日刚巧完工。你仿佛在逗我！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？一定是昏君系统太缺德。陛下，既然船造好了，不如咱们现在就启程。臣妾自小入宫，还没看过皇宫之外的夜景呢。传朕旨意与贵妃，即刻起航，文武百官1个时辰内必须到码头登船，违令者罢官流放。没人喜欢大半夜的下班，这下文武百官不得把我喷成翔？检测到因为宿主的骚操作，文武百官怨声载道，昏君点加100，加100，加100。王爷，听说京中2圣临朝，却独独落下了我们魏小将军。陛下带着妖妃和文武百官巡幸江南，这是前些日子文武百官弹劾王爷，陛下对王爷一生警惕之心啊！是啊，王爷，自古功高盖主都没有好下场。之前陛下为了钢屋藏娇，强夺农户的农具，又建烽火台劳民伤财，如今2圣临朝，还要带着妖妃巡幸江南。王爷，陛下骨子里就是个昏君。前些日子他提拔武将，扶持王爷您夺回13城，我还当他是开了窍，想做个明君了。但如今看来，这不过是他的一时兴起，兴致过了，又变回无可救药的昏君。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兄弟们考虑考虑啊。那你们认为我当如何？良禽择木而栖，圣国国君雄才大略，素来爱惜猛将。若王爷愿意，圣国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王爷，楚皇赐给您的不过是一个虚名，一块贫瘠的封地，但圣皇能给您的是实权，是与国同修的荣耀。为表诚意，圣国新任元帅耶律齐已经秘密入关，就在军营之外，只等您的召见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摆宴，请耶律元帅进来吧。陛下为了麻痹圣国，以身为饵巡幸江南，我若不能趁此机会将圣国主力诱入腹地，拒而歼之，岂非辜负了陛下的口心与信任？本王这份见面礼，耶律元帅可还满意？当然满意。这就是传闻中的钢甲军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看来楚国的皇帝把血本都压在了卫青身上，如此雄兵，若能为我大圣所用。抱歉，只是告诉你们的王，一字并肩王，兵马大元帅的职位才配得上我。可以，不过我要这钢剑的秘密，我要圣国一统天下。元帅能做主？哼，我不仅是新任元帅，还是大圣皇族。口说无凭。我还有个表弟叫霍无极，在京都任骠骑将军，我会让他护着我的家眷南下圣域。我希望到时一字并肩王府已经修好。王爷，您真的要？你说南境的兵是认那块假章，还是认我卫青？陛下，您的棋局，臣已经为你布好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边关传来急报，镇南王投靠圣国反了。6级将军霍无极已经带着魏老将军以及其他家眷逃出京城。什么？谋反？我去！我等的花都谢了，终于等到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！边关传来急报，镇南王投靠圣国反了！完了完了！镇南王，呸！那个乱臣贼子手里有兵符，有黄马褂。陛下前段时间还叫人送去一批兵器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臣早说过，那卫青功高盖主，意图不轨啊！这些都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，我等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别忘了，负责京城防卫的是卫青的表弟，陛下新封的标记将军霍无极。完了，挑拨过头了。我想让卫青拥立我，可没想让他真造反啊！这可怎么办？听探子说，霍无极带着魏家的家眷逃出京城，南下圣国，这是个机会，请陛下下旨，将南驻军杀回去，夺回京城。够了！若是霍无极在京城留了后手，又或是和卫青会在半路截杀我等，如何是好？咱们现在已在江南，依朕看，不如迁都江南好了。半壁江山也是江山嘛。爱妃，别怕，只要朕不死，就一定不会让你有事，会让你风风光光的成为皇后。这时还没忘了我，他是真爱我，可也是真昏庸啊。这样也好，等圣国一统天下时，我再想办法叫他假死。我们还有弟弟，一家三口隐姓埋名，做个富足却平凡的百姓也不错。检测的宿主拱手让江山，出发成就靖康之耻，半壁江山。昏君点加30万，余额36万。我操，36万，历史新高啊！昏君点亡国之后都是能换钱的。虽然我回去之后会有1000亿资产，但谁嫌钱多呢？也是我对不起他，到时也给他留点立足之本吧。那可是我楚国疆土，陛下怎可放弃得如此轻易？您置百姓于何地啊？秦大人所言极是，楚国每一寸国土都是先烈们用鲜血打下来的，臣宁死寸土不让，请陛下三思啊！请陛下下旨，调集江南驻军夺回京都，我等愿为楚国死战。那你们就等着吧。走，爱妃，咱们出去玩，别理这些老骨头。难得来一次，我带你夜游江南。走，爱妃，咱们出去玩，别理这些老骨头。难得来一次，我带你夜游江南。陛下，您不难过，不害怕？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盛极必衰，这是常理。登基的那一刻，我就想到了有今天。如今我只想及时行乐，尔等无需在这里跪着了。若对我失望，便投降新地去吧。这天下是百姓的天下，尔等忠于百姓便可，无需忠于哪个王朝。陛下，您怎可如此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！从知道卫青意图造反的那天，退位诏书就写好，就放在枕下的暗格。我比那个乐不思蜀的刘禅还要过分。等国家一亡，我估计就被钉在昏君的耻辱柱上。昏君典滚滚来了。好通透的想法，可是我还是得抓他，只有这样，弟弟才会平安。希望楚天觉知道我真面目的那一刻，别怪我吧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像平凡夫妻，退位诏书在我枕下，待会儿安慰会护着你离开。我已经为爱妃安排好了一切，我若死了，你无需为我担心，隐姓埋名，好好过日子吧。别忘了我。这昏君竟真如此爱我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我们都不会有事。你虽然做不了皇帝了，但我们会白头偕老的。师妹说什么？你该不会真对这个昏君动心了？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吧？你是圣国人，你忠心的对象不会是圣国啊？是了，标签上只说他的忠心都是99%，没说他忠心的人是我。原来小丑是我自己啊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不是细作，你真心爱他。王母国传的是假消息吗？一起绑了带走。姐姐，我没有，我对圣国忠心耿耿。我对你不薄，哪怕回家了，也想为你找一条后路。抱歉，可我从来都是圣国的人，接近你一开始就是为了皇位。你想要皇位，你早说呀，何必大费周章？你怎么知道你开口我不会给你呢？可这素莲院每次给我推荐的人都是探子，每次提的意见都是像坑楚国。
我却以为他贤良淑德，每次都和他反着来。难怪昏君殿和王国靖都跟抽了风似的家家点点，你可把我坑惨了呀！我是友军，友军呐！你说什么？爱妃以为我之前在朝堂上说允许你垂帘听政，是逗你玩吗？你要是有能力把我架空，把整个楚国献给圣国，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楚天绝竟真如此爱我，爱到甚至愿意把江山拱手相让。他的爱意这般真挚，可我却……我本来就不想做这个皇帝。假如有下辈子，陛下愿意为了臣妾放弃万里江山，做一个平凡的百姓，一生一代一双人吗？当然。你别怕，我会用功劳跟国君换你，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好一对有情人啊！可惜他和你弟弟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要你弟弟活着，就杀了他，以此证明你对圣国的忠诚。不，楚天爵是一国之君，他很有大用，没有圣王的命令，你不能杀他。哼，这些不用你操心，你找那么多借口，无非就是舍不得下手罢。你这样，我不得不怀疑你对圣国的忠诚。难怪一个祸国的任务，你做了那么久还不见成效。我只给你3息时间，叛徒和叛徒家人的下场，你是知道的。师兄，至少不要让我亲手杀他。3、2，来吧，杀了我吧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谁让我众叛亲离，还落在敌人手里呢？在没完成任务之前，就连系统都在装死，活是活不了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能活一个是一个吧。在苏连月手里，好歹能死个痛快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我估计是最惨、最窝囊的穿越者了。陛下，他竟真爱到愿意为我去死，我何德何能的？我的忠诚无需对你证明，现在告诉我，我弟弟在哪儿？我的忠诚无需对你证明，现在告诉我，我弟弟在哪儿？我获弟楚国时，弟弟才5岁，想来如今也长成了翩翩少年郎了吧？哼，师妹啊，你还是那么天真，为什么一定要刨根究底呢？那个小崽子在你离开的第2天就死了，宫里哪里是他一个贱民可以待的地方？你说什么？你们这帮畜生，他才5岁啊！原来我们这些细作从始至终都是弃子。可惜不是个干净的，但这样更有滋味不是吗？拱手让江山，好一个情圣！你就好好看着你的爱妃被我凌辱致死吧！住手！住手啊！你这个只敢对女人耍威风的混蛋，没爹没妈还没种的畜生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谁来救救我们？救救他！可是有谁会来救一个昏君和妖妃呢？受尽屈辱的死去，平息万民的怒火，这就是昏君和妖妃的下场。如果我当初选的是明君系统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？如果我当初选的是明君系统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？我就说你会后悔的。不义要改保明君系统吗？还来得及吗？可我的昏君点都36万了。来得及，聂亲，我也有新手大礼包嘞。确定换榜。蜀军入侵，明军系统覆盖中，1%、2%、99%，覆盖成功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打开新手大礼包。新手礼包开启中。明君点+1，余额-359999。我去，你玩我呀！臣救驾来迟，
请陛下恕罪。你怎么来了？霍无极不是叛逃了吗？完了，刚出虎口又入狼窝，可以等卫青登上皇位再杀我不？亡国之前死了，是真死啊！陛下以身作饵，请君入瓮，你以反叛为名，加卷做幌子，速速带兵南下护驾，与我里应外合，湮灭圣国精锐。哎，这不是陛下和表哥的计策吗？令陛下以身犯险，是臣无能，请陛下责罚。啊，不是，你别碰瓷儿啊！什么我的计策？检测到宿主以身作饵，调出敌国细作，明军点加10万，余额付249999。哦，忘了，我现在绑的是明军系统，但为什么刚还完债又欠30万呢？陛下，无事，你做得很好，救驾有功，带回去，朕封你为冠军侯。霍无极不是反贼，我好歹不用死了。谢陛下。我替弟弟报仇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弟弟死了，楚天君知道我是叛徒，估计也不会爱我了，我还有什么呢？唉，爱妃不必自苦，我知爱妃也是身不由己。你若还愿意留在朕身边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人知道的，那些刺客不必留活口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。这里面是我所知道的没被清扫的圣国细作，你们动作快一些，还来得及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哇，这东西真是我的及时雨啊！陛下竟然以身作饵，感化了敌国细作，拿到了重要资料。表哥说的没错，陛下真乃深谋远虑。检测到霍无极抓获细作，明军点加1万；检测到圣国据点被捣毁，明军点加1万；检测到圣国在江南的据点被一网打尽，明军点加10万，余额付99999。因驱逐昏君系统导致能量告急，请尽快充值，否则系统自毁，宿主抹杀，倒计时10分钟。啊？你说多少？10分钟？我的明军点还是负数，哪来的钱充值啊？救命啊！陛下在说什么？何故喊救命？爱卿今日来是做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？来向朕讨赏的吗？你若说没有，我可就要嘎了。爱卿今日来是做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？来向朕讨赏的吗？你要说没有，我可就要嘎了。臣不敢居功，可确有好消息要奏禀陛下。快说来。臣带着尚方宝剑，微服私访走了大半个南方，途经西江、苏江等地，平反冤假错案100余起，斩了贪官污吏、地主恶霸10数人，拿他们的银子在当地修桥铺路、建立学堂。陛下和臣畅谈的全民义务教育的种子已经播下去了，只是山匪未清、均田制的时机也未成熟。即便如此，百姓们依旧感恩戴德。臣走时，他们哭送数10里，还献上了这把万民伞。这都是陛下的功劳，臣不敢居功。陛下是臣见过最圣明的君主，臣代百姓恭祝陛下万岁万年，流芳青史。检测到宿主麾下臣子做出利国利民之事，明军点加1万；检测到万民伞，明军点加10万，余额10001；检测到宿主余额回正，谋杀倒计时停止，宿主明军点手4破万。奖励技能背水一战，技能开启后，宿主所在军队士气大涨，个个都是悍不畏死，以1敌10的精兵。检测到宿主明军点突破1万，获得成就声名鹊起。解锁终极成就千古一帝后，奖励时空之门，宿主可以通过时空门回归，自由穿梭2界。我去，终于看到回家的希望了，这就是不劳而获和努力的区别吗？我得再接再厉。你刚才说什么？
山匪卫青，刚巧试试新得的背水一战。朕难得下一次江南，自当为百姓排忧解难。你去传后无极，朕要御驾亲征，南下剿匪，顺便给那些想要投靠圣国的臣子发挥的机会。我现在不想亡国，想做明君了，可不能留着他们添堵。对，还有我那一直想谋权篡位的好皇叔，也趁此机会连根拔起了，一石三鸟。Nice。臣有2000钢甲兵，可听凭陛下调遣。2000怎么配得上陛下御驾亲征？臣可以为陛下联络南边水师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你们都是朕的肱骨之臣。后无极，你戴上面具，和你的钢甲军，陪朕看一场好戏，随时准备捉拿乱臣贼子。臣领旨。朕要御驾亲征，南下剿匪。什么？陛下要剿匪，还要御驾亲征？陛下三思啊！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千金之子不做垂堂。陛下乃万民之主，怎可令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？是啊，陛下如今最该做的是集结兵力打回京城，捉拿叛党卫青。这暴君虽然昏庸无道，但运气极好，真让他在江南另立国都，恐怕楚国还能苟延残喘好些年。要给圣国宠于天下增添了多少麻烦？还是让他带着楚国的残兵败将打回去，让卫青生擒吧。闭嘴！朕自有打算。怎么，朕使唤不动你们了？尔等也想造反吗？臣等不敢。哼，你们最好不敢。陛下就算落难，也还是楚国天子，岂容尔等僭越？王直啊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为你守好龙州。要在南边建立国都，确实应该清理匪患，抢占地盘。皇叔理解你的深谋远虑，去吧，放心去死吧！哪怕楚国只有半壁江山，也该是我的。皇侄啊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为你守好龙州。臣附议，陛下文韬武略，怎会搞不定区区匪患？启禀陛下，臣另有要事启奏。讲。臣听说贵妃乃圣国奸细，职责乃祸乱朝纲。他撺掇陛下骄奢淫逸，修建酒池肉林，修建避暑山庄，修建烽火台，实乃劳民伤财，导致民怨沸腾。镇北王卫青起兵清君侧，请陛下诛杀妖妃，以平民愤，下旨招安镇北王。你说什么？请陛下诛杀妖妃，以平民愤，下旨招安镇北王。不是，这消息谁传出去的呀？不行，贵妃没给楚国造成什么大损失，拿出细索名单，以示将功折罪，一日夫妻百人。她爱我之深，我答应过她，不会追究她的过往。好大一口黑锅！贵妃娘娘的事儿，真不是我传出去的呀！哼，爱卿想了一夜，就想到把亡国的责任推到一个女子身上吗？臣不敢。乌特九令边关大胜，烽火台抓住不少圣国奸细，港武里大楚的兵器更加锋利，这些是祸国殃民之举吗？如果这些举措有罪，也是罪在朕，更与贵妃无关。他非是奸细，是朕派去圣国的双面间谍，是我大楚的功臣。陛下，您不能为了美色袒护贵妃。我的线人来报，贵妃就是奸细，那个臭女人，让我还没登上皇位就丢了半壁江山。她必须万民唾弃，千刀万剐。哼，王叔的意思是说，您的探子比朕的话更令人信服？臣不敢。够了！朕说贵妃是我楚国派到圣国的功臣，有名单为证。南边的探子已经被一网打尽，还在朝堂上的叛徒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后无极，动手！来人！来人！乱臣贼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还用问吗？一定都是陛下深谋远虑。或许镇北王反叛的事儿，从头到尾都是陛下设的局。刑部侍郎李大人，礼部尚书何大人，户部许大人，张大人，帝师谢无庸。冤枉啊！冤枉！完了，
陛下，臣是清白的，不能为了替妖妃洗脱罪孽，肆意屠杀朝臣。帝师大人，您说的，您是朕的老师，是文人之首，朕一直信任您，让您去修书，也是以为您真的不慕名利，没想到，您已经丢了忠义，还要丢了风骨吗？我确实心向圣国，但我不认罪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楚国2代昏君，你之前又是一副愚钝的纨绔模样，楚国早已无力回天。你杀了我吧！把人都带下去，押入牢狱，容后再判。是。陛下深谋远虑，我等望尘莫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英明，楚国万年呐！检测到群臣拜服，明君典加3万，余额40001，明君典达到5万，解锁成就名声鼎盛。众爱卿，起来吧，此乃机密，不可泄露。违令者斩。Yes， 果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就差9999，就到下一阶段了。等我缴完费，应该就够了。老头儿，这山是我们飞鹰寨的，山上的所有东西都是，赶紧拿钱。这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飞鹰寨的，谁准你随便摘？多少钱啊？1两银子。大爷，你行行好吧，小老儿啊，浑身的积蓄也不过10几钱，愿意全献给大爷，您买酒喝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一家吧！没钱可以拿人抵债呀！瞧这小脸嫩的，滋味一定不错。救命啊！爷爷！你叫啊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。我无极。官府的兵来了，快逃！哪里逃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就是个小喽啰。连云山18峰主忽然齐聚飞鹰寨，我这才下山来抢，不是来买物资。哼，把人捆了，带到营地，我亲自审问。启禀陛下，那山匪招了，连云山18峰18寨主不知因何齐聚飞鹰山寨。如今飞鹰寨中匪徒恐已破万，甚至更多，而我们只有5000精兵。我去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，与你们来个里应外合，摸清楚他们的兵力情报，减少伤亡。不，你不能去。那些匪徒穷凶极恶，色欲熏心，你一个女子不方便。既说要御驾亲征，朕就不能躲在后方。朕有金丝软甲，朕亲自去。反正金丝软甲不可掉落，山匪砍不死我。或许事必轻功，能多挣点明君点呢。陛下万万不可以以身犯险。是啊，陛下千金之躯。够了，朕意已决。骠骑将军是不信任朕，还是不信任自己能保护好朕？末将不敢，末将听令，愿为陛下效死。既说要御驾亲征，朕就不能躲在后方。朕有金丝软甲，朕亲自去。检测到宿主亲临战场，以身犯险，触发成就天策上将之资，明君典加5000。余额45001。我去，还真行！你附耳过来。好了，按计划行事。谁？嘘，大当家的是我。你是那个银袍小将身边的人，你想做什么？不管您是谁，我是来救您的，只求您回去之后引荐一二。你想做山匪？为什么？您记得今天早上将军身边姑娘没？那是我婆娘，我们青梅竹马，才刚成亲，还没洞房呢，就被那狗官抢去了。抢了我婆娘后，那狗官将我带在身边，封了个小官，名为补偿，实则羞辱。哎，兄弟，你要坚强。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跟着大哥混。跟着我混也不是不行。但是你那婆娘长得是够带劲儿的，也难怪那狗官把持不住。那个凶婆娘
哪里配得上大哥？我家里头还有个妹子，等我杀了那狗官，我就带大哥回家看看，或许咱们还能成一家人呢。哦，你是个懂事的。走，跟我上山，哥几个正在谋划大事，等成功就是从龙之功，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。喝！后面几个，喝！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！哼，那狗皇帝丢了半壁江山，不想着抢回了，却要剿灭咱们，实在是可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好我手里有福王盖了章的亲笔信，只要咱们杀了那昏君，福王登基后，咱们都是从龙之功，统统封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只要咱们杀了那昏君，福王登基后，咱们都是从龙之功，统统封王！哈哈哈哈哈！福王说那昏君只有5000兵马，而我们有1万悍勇的二郎，还有地形优势，一定能把那昏君带来的人全部歼灭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是福王。不是让你到山下抢些饭菜酒水吗？怎么才回来，还搞成这个模样？哥，你可得为我报仇啊！要不是有好汉暗中相助，我就回不来了呀。你是？他叫楚二狗。哥，我跟你讲，他可惨了。婆娘被人抢了不说，那狗官还把他封了个官，带在身边随时羞辱。原来是二狗兄弟啊！你救了我弟弟，这人情我记下了。你放心，以后荣华富贵绝对少不了你的。我不要荣华富贵，我只要那狗官的狗头。我不会武功，所以那狗官不信我能翻出什么浪来。为了时时羞辱我，他常常把我带在身边，可他不知道营地的兵力和粮草，我都暗暗记了下来。快说来听听。那大将名叫霍无极，是边关反王卫青的表弟，他把那昏君唬得团团转，可文武百官却不信他，所以虽然来了5000人，可霍无极能动用的只有他自己带来的2000钢甲兵，有战力的也只有那2000钢甲兵，剩余舟车劳顿的禁卫军归昏君统领，咱们可以分而化之。昏君巡游江南，粮草运输不便，他们只带了2日的军粮，打算后日正午攻上山，来个闪电战。大体和福王信中说的不差，好兄弟，到时新帝登基，我一定为你请功。我早说过，那昏君不足为惧。来喝，接着喝，喝完了好好睡一觉。他们后日正午上山，咱们明日半夜偷袭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一定能大胜而归。三哥说的对，小兄弟一起呀，让我看看你酒量如何。酒量如何？哼，这世界第1瓶高度酒是我搞出来的，我的酒量能喝死你们。小弟是读书人，不胜酒力，如果酒被大哥喜欢，小弟就舍命陪英雄了。这酒真厉害！兄弟爽快，再来！好，再来！我敬几杯大哥，大哥可要多多提携我。那狗官的狗头得给我当尿壶！哈哈哈哈！这个楚二狗看着豪爽，酒量是真不行啊！不理他了，咱们喝。唉，造孽呀！放火烧山，牢底坐穿啊！之后得叫五妹把这一条加进律法里。来人呐！着火啦！粮仓着火啦！赶紧去救火！赶紧通知大当家！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！咱们的粮仓让人给烧了！该死！有内鬼！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啥？粮仓被烧了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指不定是有人想捡头功坑你呢。18个异姓王，你是真信啊？你们这么多人，
能分个侯爵顶天了。来人，把其他几位大当家扶到厢房去。哼，一定好好招待，再多灌几坛子酒，锁好门，万不可让人冲撞了。点齐我们飞鹰寨的人手，带上毒烟，立刻随我下山袭营。大当家，来不及了，有一银袍小将已经在山门外叫阵了。大当家，来不及了，有一银袍小将已经在山门外叫阵了。啊？什么？大当家，这是好事啊！现在其他的首领都喝醉了，能挑大梁独占功劳的，不就只剩大当家你了吗？好，随我的战甲来，点齐人手来战！是你才是那个火烧粮仓的奸细！哼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只是没想到你这么蠢。找死！众将士，随我杀！杀呀！系统开启技能，被人一战。大当家，小心点，我不会武功，可这毒药见血封喉，擦破点油皮，大当家就能去见祖宗了。你抓了我也没用，这12000狼是18山寨的联军。哼，多谢提醒。你们的大当家已经被俘，朕乃天子，朕金口玉言，降者不杀。陛下有令，降者不杀。陛下有令，降者不杀。草民拜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罪人拜见陛下，请陛下恕罪。这一切都是福王指使的，罪人有带着王印的书信为证，罪人愿意将功赎罪，亏顺陛下。是啊，陛下饶命，我们是被迫的。福王说，若我们不听令，就让驻地的将军派兵灭了我们。我们愿意归顺陛下，请陛下恕我们死罪。你们也是我大楚百姓，若非活不下去了，必定不会落草为寇。朕只诛恶手，不会为难你们。把山匪头头押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其他山匪把他们打散，编到各个小队里头。我带来的都是精兵，把山匪打散，他们一个人看脸，应该没问题。兄弟，不，陛下，我大哥都是被福王逼迫，您饶他一命吧。他是连云山最勇猛的汉子，您饶他一命，他一定为陛下开疆扩土，将功折罪。我敬佩英雄，如果大当家的愿意配合，那么连云山18寨的大当家都能活。我愿为陛下赴汤蹈火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你告诉福王，昏君已死，请他亲自带着酒肉和封王的圣旨来取尸体。看来此处经历了一场恶战，昏君必死无疑。诏案的旨意在此，只差传国玉玺盖章。昏君的尸体在何处？朕和玉玺在此，方叔有何指教？你没死，你算计我！来人，扶着本王杀出去！怎么回事？暗卫呢？我的暗卫呢？来人！哼，王爷是在找他们吗？哼，王爷是在找他们吗？你算计我？你的心机如此深沉，你不是说对皇位不感兴趣吗？你
不讲武德。哼，有些东西朕丢了你可以捡，但你要主动伸手抢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朱天阙，你故意的，故意引我上钩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还真就是钓鱼执法，那又怎样呢？带走。啊！完了，把兵 Q 了！嘿，那不是嗜血的暴君，该死的是你们才对！我们此方杀将，说好的封王，灭跟招安，我去你的！恭喜宿主征服山匪头领，平均点加5000，余额50001。恭喜宿主余额破5万，解锁成就名声鼎盛。获得新技能以德服人，可以通过嘴遁感化敌人，让其丧失士气，收归己用。注释气值高于50%不可用。对呀，山匪被招安也能有明君点，嘴遁感化，收为己用。现在不就能试试？士气不能高于50%。我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死士。开启技能，等等。别打了，大家听我说两句。我给大家说一个浮游的故事。任兵生天地，何敢推却？三尺为明月，借留名一夜。在达官显贵眼里，你们的命轻如浮游，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你们甘心只做个生死不由己的浮游，甘心一辈子都不为自己搏一把吗？放下屠刀吧，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不是，等等，我正在拼命呢！你不会武功，冲进来找死了！逼逼赖赖的以为自己是佛祖，靠嘴遁就能退敌。哎，陛下算无一策，从无败绩，或许有奇迹呢。完了，又一个脑子坏了的。这可是我精心培养的死士，你磨破了嘴皮子也不能动摇。抱歉，王爷，前半生是您救了我，却也让我跟万人厮杀。我们为您杀了不知道多少政敌，欠您的早已经还了。下半辈子，我想为自己活。陛下说的对，皇后将相宁有种乎？我不想再做见不得光的暗卫了，我也想做大将军。你们是死士啊！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是有才之士，有想从军的，去后屋集里记个名字；有想隐居归家的，也留个名字和籍贯。发誓不作奸犯科，就可以走了。多谢陛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让开，赶紧让开！偏关800里加急，我要面呈陛下。臣已万事俱备，静候陛下里应外合，大破敌军。先将福王关着，回京发落。至于连云山的18位绿林好汉，可有兴趣驻守边关，为楚国开疆扩土？我等愿意，谢陛下恩典。好，宣秦晖，好生安置几位壮士，立刻准备回城事宜。陛下小心，这些乱党囚禁我等，意图造反。乱臣贼子，死来！钢甲军并未上龙州，敌众我寡，36骑走为上策，先上岸。兄弟助我，救驾之功，来日必能封侯拜相。保护陛下！陛下站在此地不要动，臣去击杀叛军。
贵妃，叫贵妃啊！叛军首领已死，父王在我手上，停止放箭，强者不杀！操，以德服人可以用了，给朕搭个台子，拿个喇叭来。停手，都停手！火烧龙州，再打下去，你们都得死！福王密谋篡位，勾结土匪，四王杀将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此次谋反，只诛福王一党。将士们受击蛊惑，听令行事，强者不杀！赶紧救人！还有被绑住的大臣，接住福王一党罪大恶极的官员，可以领赏。启禀陛下，叛贼身中数箭，又因落水风寒入体，可能中风了。陛下，臣这里有福王党的名单，请陛下捉拿叛贼。此事容后再议。贵妃呢？臣妾在此，陛下不必忧心。福王已经中风，就削除王爵，废为庶人，打入天牢，永不得出。其余人等按照罪行大小，先行收监，回京重判。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都是福王逼迫于我。陛下，臣的父亲是3朝元老，臣上有80岁小儿，下有3岁老母啊！陛下，臣已经知错，臣不求高官厚禄，但求为楚国奉献终身，求陛下再给臣一次机会。这也不是不行，楚国2代昏君逼反的大臣太多了，要是都杀了，朝堂就没人了。反正我有以德服人的技能，不怕他们不忠心。好，朕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这些奸细都交由贵妃。陛下，这些罪臣狼子野心，蛇鼠两端，万万不可轻易放过。贵妃到底曾是圣国的细作，养于后宫勉强可行，万万不可封后，也不可使其踏入朝堂，祸乱朝纲啊！哼，危言耸听！陛下金口玉言，贵妃是楚国派圣国的功臣，她拿回来的消息，抓住无数圣国细作。贵妃有大功，又和陛下患难与共，如何不能踏入朝堂？难道就因为她是女子？好一个心胸狭窄、诡计多端的刑部尚书！贵妃有才有能，有勇有谋，你却为一己私利，要将她困于后宫，还拿奸细做借口。你是不信任陛下的话，还是诚心打压女子？不惜和陛下对着干！陛下，臣家9代御史，从太祖开国一直为楚国鞠躬尽瘁。您若是不信，臣可以以死明志。以死明志就以死明。等等，我现在绑定的是明君系统啊！哎，等等，爱卿有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血溅金銮殿，这也是为了楚国着想啊！若是将他们都杀了，楚国朝堂一下子空了一半，活谁来干？就算能科举取士，也不能一蹴而就。这空出来的时间，万一朝堂混乱怎么办？万一敌国来犯怎么办？陛下思虑的有理，只怕那些蛇鼠两端的人并不理解陛下的苦心，反而借机把朝堂搞得一团乱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唉，可这些都曾是我大楚的肱骨之臣，若非先帝太过昏庸，他们也不至于失望至此。一切是皇室之过，是朕之过，所以朕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朕想和你们一起建设更好的楚国，统一天下，名留青史。老师可愿助我？他竟还愿意信我，这是何等胸怀！他看似昏庸，但所做的决策，每一个最后都是利国利民。或许他真的和先皇他们不一样，他真的能成为千古一帝。臣愿意，臣愿意为陛下赴汤蹈火。陛下竟如此礼贤下士，
我们这等人简直是畜生啊！我也愿意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将功折罪。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卿不负我，我不负卿。从此，你们就交由贵妃安排管理，直到将功折罪，官复原职。朕之前沉迷享乐，耽误朝政，如今立志要做盛世明君，沉迷美色不可取，想遣散后宫妃嫔。朕赐100金与你们作为嫁妆，你们可以选择离开后宫，自行婚嫁。陛下，臣妾不走。臣妾是穷人家的女儿，每日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虽然陛下不曾宠幸过我，但被人送给陛下之后，臣妾才算活得有个人样。姐妹们大多和臣妾一样，臣妾先前没有家，现在皇宫就是我的家，陛下就是臣妾的夫君。臣妾想留在宫里，求陛下不要赶我们走，哪怕为奴为婢也没关系。百姓们从来都是这么淳朴啊，只要让他们有饭可吃，有衣可穿，他们就乐呵呵地捧出一颗真心。可谁家明君，后宫真有3000佳丽啊！陛下留下他们吧，陛下留下他们吧。圣国依旧对楚国虎视眈眈，两国百姓也隔阂颇深。他们从前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儿，没有一技之长。您这个时候放他们出去，他们活不了的。贵妃言之有理，你们要留下就留下吧，但仅限于后宫，不得干政。虽然我鼓励女子入朝堂，但万一他们之中还有探子，要是哪一天你们想走了，一定要大胆说出来，别在宫里蹉跎年华，免得老了后悔。罢了罢了，这部分明君典我不要，可别闹出了人命来。检测到宿主爱民如子，使敌国子民归心，明君典加5万，余额15.01万。恭喜宿主余额突破15万，解锁成就当代明君。我去，歪打正着，我倒忘了，他们除了妃嫔，还是我的子民。我要做千古一帝，我要统一天下，那普天之下都是我的子民。你们想留下的留下，想走的走，朕绝不阻拦。意识上有什么不周到之处，尽可通禀贵妃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贵妃，快安排女师傅，让他们学习技艺，早日能自己养活自己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呀！臣妾遵命。夜深了，咱们安寝吧。好。谁呀？卖萌可耻！这好像是边疆的信鸽，怕是有紧急军情，陛下赶紧去吧。圣国联合北狄与东夷，集结10万兵马，3日后抵达边境，一与攻楚。朕有要事，先走一步，爱妃先行安歇吧。快，召3品以上的官员，御书房议事。是。这是边关的军情急报，你们看看吧。朕要御驾亲征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陛下万万不可，千金之子不做垂堂。再者，楚国平息叛乱才安稳不到几日，陛下若此时出京，恐会根基不稳。是啊，户部尚书常常说国库空虚，已经拖欠了臣半年的俸禄了。若真打起来，怕是连军粮都拿不出，还是求和吧，暂且休养生息。你放屁！朕本王对楚国的忠心日月可见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哼，打，一定要打，否则圣国还以为我们怕了他们。圣国不日就要兵临城下，
打是一定要打的，不打难道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吗？我就通知你们一下，你们听我安排就是了。陛下言之有理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敢问大人，我们求和，圣国就答应吗？这就算圣国同意求和，代价咱们付得起吗？是割让刚拿回来的13城，还是割让河西的燕云16州？毕竟边境3国联军嘛，不多给点可喂不饱啊。若这样还不够，不如让陛下把诸位大人也献出去，对着敌国首领俯首称臣好了。没骨头的哈巴狗，你把那个丢人现眼的东西拖下去，够了！朕要御驾亲征，就这么定了。贵妃摄政，骠骑将军护卫京城，丞相和户部尚书负责后勤，封连云山18义士为先锋将军，各领一军先行一步，从四面八方悄悄入境，收集情报，先行蛰伏。将士们，边关急报，圣国联合北敌与东夷屯兵10万，放火边境。他们要攻破我们的国门，抢走我们的粮食，践踏我们的家园，掳掠我们的亲人。今日我同尔等一同出征，势必要让敌人血染疆场。犯我大仇者，虽远必诛。契约无依，与子同袍。我敬你们！犯我大仇者，虽远必诛，虽远必诛。这是我自家做的馍，你们拿着，上战场可千万不能饿肚子。陛下，喝碗酒吧，自家酿的，不醉人。别躲，你们别躲呀！我娘说这是福气，你们一定能平安归来的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岁！陛下可千万要带着我家娃平安归来呀！陛下，大约还有1天，咱们就到边关了。刚才咱们的斥候碰上了敌军的探子，杀敌9人，我军1死2伤。青山处处埋忠骨，将英雄好好安葬，做好标记。如果可以凯旋的时候带他回家。拔剑之后用烈酒处理，伤口不会感染。用这个更好。多亏了陛下叫人研究出的方子，边关的能人改良过后，已经能提炼出度数更高的精量。这种精量用在伤口上效果更好。陛下，喜报！18路先锋军从4面8方进入边关，都已蛰伏下来。座山雕黑鹰将军凭借山林地势，击退连谷潜入楚国的敌军，缴获不少粮草与武器。将这喜报通报全军，每人赐酒1碗，告诉他们，明日全军开拔，一定要和镇北王会合，不得有误。楚国万岁，万胜，万胜！兵法我就知道准信对，一助我惹，一逼我死，一跪我追。卫青啊卫青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臣拜见陛下。爱卿多礼了，先锋军已经到了吧？军情可还紧急？18位先锋将军已经到了，圣国的军队也已经在边境10里处安营扎寨。好消息是，他们的主帅不是新任的兵马元帅耶律齐，而是太子耶律宗炎。那位太子有武有余，好大喜功，极爱饮酒比武，却对兵法一窍不通。臣比武赢过他，所以他还算信任臣。极爱饮酒，对兵法一窍不通，还算信任卫青。有了，你附耳过来，这样，然后这样。秦晖说国库空虚，粮草不足，我们不能打持久战。这样，明日我率大军在东营埋伏，令18位先锋将军从4面8方集血，打游击战。那我呢？你当然是深入敌营接应我们呀！我等你信号，我要他们腹背受敌，一击而困。是，殿下，这是楚国新酿制出来的烈酒，我听闻殿下好酒，特来献给殿下。另外，我的探子来报，
楚天阙带领的人马最迟明日就到边境了。楚天阙，御驾亲征，好，好，好！我明日一早就进军楚国，那是他们疲于奔命，刚刚安营扎寨，我起兵突袭，一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活捉楚国皇帝。那我呢？楚天阙到底是你的救主，我怕你于心不忍，不然你就带着你的亲兵到军营里来好了，也免得被误伤。太子言之有理，我的亲兵只有800，我这就去点兵。800亲兵能成什么事儿？你带着你的亲兵到后营去守物资吧，报我的名字去喝酒吃肉。多谢太子殿下。明日大战就开始了，我这酒烈得很，殿下还是少喝点吧，免得延误战机。哎，你不懂，我胜过儿郎，是喝得越醉越勇猛。兄弟们辛苦了，你们还要守卫大营，酒我就不给你们了。我酒量好着呢，你们楚国人真是娘们唧唧的。可我这是楚国最烈的烈酒啊，而且只手饮酒犯禁，万一你们喝醉了，有人趁机火烧粮草。哎，这酒还真有点意思，得劲儿。哼，都提醒你们别喝酒，有人要火烧粮草呢。将士们随我杀敌！你们可都是以一敌十的精兵，杀到敌营，片甲不留。我为你们请封，封侯拜相。杀呀！杀呀！陛下无需担心，18先锋将军勇猛至极，带人击溃了敌军主力，剩下圣国太子带着圣国残余军队负隅顽抗，不肯投降。还等什么？追呀！陛下不可冒险。我虽然没有武功杀不死你，但有金丝软甲，他也砍不死我。我还有以德服人，不知对太子有没有用？停下！停下！降者不杀，我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。我降你祖宗！系统开启以德服人。敌国太子士气高达100%，技能开启失败。哈哈哈！拉你陪葬我也不亏。我去，统爷你别搞我呀！他是砍不死我，但他的身材能一屁股给我坐死啊！妈呀，不用给我留饭了！为情势艰辛，咱们是被耍了。父王快跑！啊！圣国那只闻其名的国君也悄悄御驾亲征了。好什么？都说了降者不杀，我军也一样。臣立刻带人搜山。不必，回去，穷寇莫追。你让人在山营里安营扎寨，做饭考量同时，念诵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。我们陛下志在统一天下，只要愿意归顺，就是我楚国的子民。降者不杀，顶多劳改。好香啊，闻起来跟我阿妈烤的一样好吃。兄弟出来吃一口，刚烤好的羊腿，香着嘞。我想伊日娜了，说好打仗回来，她就嫁给我的。国君，我们还能回去吗？能。你没听他们说吗？降者不杀。我乃圣国国主，我愿归顺大楚，只求你们饶这些儿郎一条性命。他们是草原最勇猛的儿男。当然，我楚天阙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带上王下去，换身干净暖和的衣裳，备上酒食，好生招待。边关荒芜之地，宴会简陋，还望国君不要见怪。不敢，罪人拜见陛下。哎，国君不必如此自清，您依旧是圣国的王，
我征战天下，只想车同轨，书同文，天下再无征战，百姓再无饥荒，如此方能天下大同。如此仁慈，如此崇高的理想，这就是楚国的皇，怪能让卫青忠心耿耿，能策反我派过去的探子。解锁到敌国国君，对你心生敬佩。明君点加10万，余额25万01。检测到明君点达到20万，恭喜宿主解锁成就四海之主，祝解锁终极成就千古一帝，需50万明君点。我去，还差25万，这么多，可打一个圣国，国库就空虚了。要统一6国，那不得黄花菜都凉了？要不还是以德服人？陛下不好了，圣国二皇子为圣王办了丧，自立为王了。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这简直是倒反天罡啊！逆子！哎，祖宗，你可别死啊！你死了，我以德服6国的计划怎么办啊？陛下可得替我做主啊！圣王不必如此客气。卫青，你即刻点出5万大军，护送圣王归国，诛杀乱臣贼子。陛下，这是圣国的内政，与楚国何干？还不如直接出兵吞并了圣国。你们别怕，朕并无吞并圣国之意。哎，老舅，你先别死啊！朕自有打算，相信圣国国君愿意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，降格为王，对吗？是。若楚皇能帮我夺回王位，我愿意称臣称王，年年岁贡。这难道比直接吞并来的划算？算了，陛下从来深谋远虑，这次肯定也一样。圣国主力军已被我们打溃，5000钢甲兵就能杀穿草原。卫青的钢甲亲兵好像真能以一敌十，准，正好省点粮草，朕也一起去。啊，那钢甲兵带1万吧？乱臣贼子已被擒拿，圣王在此，降者不杀。我等愿意投降，愿意臣服楚国。罪臣叩见天朝皇帝陛下，自今日起，圣国出名，罪臣愿降格为王，永为大楚附属国，年年岁贡，岁岁来朝，永不背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要的不是你们的跪拜，也不是你们的岁贡。朕此生所愿，非为开疆扩土，非为帝王霸业。朕只愿车同轨，书同文，量同衡。朕只愿这9州之上，再无战马，再无纷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孩童有书可读，老者有所依靠。你们的牛羊留给你们的子民，朕只要你们的文字、度量与我大楚一般无二。只要你们的子民能与我大楚的子民共享这太平盛世，你可愿意？陛下之胸襟，远迈古今圣贤，罪臣心服口服。臣愿为陛下，为这万世太平献上一切。我这就传令下去，从今以后，圣国的子民统一学习楚国的文字，楚国的度量衡，与楚国开通互市。恭喜宿主完成车同轨，书同文1/5，促进2国和平，令百姓安居乐业。明君点加2万，余额27万01。有没有搞错？才2万，其他4国加起来也不够千古一帝的好吗？陛下不好了，京城800里加急，有人劫狱，福王被人从天牢中劫走了。什么？他不是已经中风瘫痪了吗？据天牢守卫说，是一伙来自海上的倭寇，他们潜入京城，把嘴歪眼斜、半死不活的福王抬走。另外，户部尚书传来急报，我大楚沿海正遭倭寇大举侵袭，烧杀抢掠，已有数座城池化为焦土，沿海百姓苦不堪言。
贵妃娘娘，请您立刻班师回朝。海边倭寇，我去，小日子，福王怎么跟他们够得上？难道是想出海寻仙，求得长生不老？我懂了，我终于懂了。千古一帝，不仅要国内安稳，更要本期庶民南征北越。我只看到了这片楚国胜国，却忘了统一楚国和郑国只是开始。真正的千古一帝，当让四海臣服，万国来朝。传朕旨意，即刻班师回朝，命水师都督尽起全国之船，与东海之滨集结，命秦晖不惜一切代价，为朕打造一支能远航万里的无敌舰队。爱卿，你之前问朕，天下共主之后当如何？现在正告诉你答案：日出之处，皆为楚土；日月所照，皆为楚臣。朕要那东海倭寇血债血偿，朕要他们的黄金白银都来为我大楚的舰队铺路。臣认为陛下征服星辰大海。